上一世为了追求女神，花光了家里所有积蓄，直到临终前才知道2个好大儿竟是老婆和他白月光的儿子，最后还亲手拔了我的氧气罩。好在老天给了我一次重生的机会，这一世我要把上辈子所有的委屈还回去。江林，你已经耽误了我一辈子，要不是当初你死缠烂打坏了我的名声，我早就和行之幸福的生活在一起了。不过好在你替行之养大了2个孩子，又把所有的财产给了他俩，也算是补偿了我们一家4口。现在我就原谅你了。那2个孩子是顾行之的？没错，我怎么可能会给你生孩子？你也不看看你自己，连高中都没有毕业，怎么配得上我唐月给你生儿育女？每一次和你在一起，我都恶心的要吐。江林，你烦不烦呀？我已经说过了，我不用你的钱，我自己吃得起饭。就算你是村长的儿子，你也不能强迫我接受你的讨好，我是不会喜欢你的。我们永远都不可能。自己不是死了吗？难道说回到了自己18岁？江林和唐月都在县一中上高中，唐月家是村里有名的贫困户，而江林父亲是村里的村长，母亲是妇女主任。为了讨好唐月，江林简直是把舔狗的真谛发挥到了极致。每一次在食堂里吃饭，都是自己给唐月付的钱。在所有人眼中，他江林就是一个大冤种。没想到老天爷给自己一次重生的机会，这一次唐月，你准备好迎接老子狂风暴雨的打击。江林，你说你一个大男人，有点骨气不行啊？人家唐月瞧不上你，你还次次往前凑，着急的要给唐月付饭钱，你还是不是个男人啊？你可算是丢尽了男人的脸。我说你呀，省省吧，唐月那可是咱们学校的校花儿，怎么能看上你？也不撒泡尿照照你自己，你那德行配得上唐月吗？人家顾行之和唐月那是天造地设的一对，你说你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横插这一杠子干嘛？村长的儿子又如何？不是照样被自己踩在脚下？江林，我说了我不用你的钱，你别以为用那些臭钱就能打动我的心。我不会喜欢你的。老外，打一份荤菜，今天有肉包子吗？有的话再加8个肉包子。江林，你买的包子我不吃。你想多了，本来也没准备给你，自己当年那是脑袋进了包，4次买了包子，全都送给唐月吃，还换不来唐月一个好脸色。江林，你什么意思啊？我什么意思啊？就是如你所愿呀。你清高，你骄傲，我当然不能用钱砸你。想吃包子自己掏钱买，我江林以后不伺候。上一世自己每个月把饭钱都给唐月花了，结果以至于父母给的饭钱不少，他饿得瘦骨嶙峋，谁让他一个人养着2个人？江林，你今天没发烧吧？你不吃饭盯着我干啥呀？我又不能当饭吃。陈江山是自己的兄弟，哪怕是后来落魄的时候，这兄弟也想拉自己一把，反倒是自己每一次都听信唐月的话，和江山闹别扭，最后被拔了氧气管也是他说的事。我当然得盯着你，你这是换了个心子，还是换了个人？一下子清醒了。我江林好歹也算是个男人，凭啥要受这个气？人家看不上我，要不要换一个？他唐月不就是长得漂亮点吗？这天底下长得漂亮的女人多了，离了她我就活不了了。还有，老子现在就想好好的上学，考一个大学出来，也让我爹长长脸。真的？你这回真死心了？真的，老子骗你干啥？断得干干净净，我现在就想好好上学。你骗我多少回了？你不知道刚才你走了，那帮嘴上没把门的，在那里都赌你用不了2天，你就得老老实实给唐月赔礼道歉。我把他们骂了一顿，可是我心里没底。的确，上辈子的自己就是这么无底线，好像就跟着了魔一样。但是再漂亮的女人也比不上自己的命重要，死了一次，她要再重蹈覆辙，那自己真是活该死。你放心吧，这次我绝对不会重蹈覆辙。好兄弟，你要真清醒了，老子直接回去给你放鞭炮。2人正一边吃饭一边聊天，谁知道一个女生直接冲了进来。江林，你太过分了，你必须给唐月道歉。凭啥呀？你知不知道你让唐月刚才在食堂里多没面子？你也太不是男人了，不就是唐月今天说话过分了一点，可是你也不能直接甩脸就走，连饭钱都不付了，多亏唐月没选你，要是选了你那才是倒了霉。我就是斤斤计较，他又不跟我搞对象，也不准备嫁我，凭啥花我的钱？我就是不给他花钱，谁爱花谁花，老子不当那个冤大头了。原来你的喜欢就这么肤浅，你付出了就必须对方有回应，如果没有回应你就立刻不干了，你这样的人活该唐月不喜欢你。我就是这么肤浅，谁爱当这个冤大头谁当好了。你不要在这里影响我们俩的食欲。江山赶紧吃肉包子，一会儿凉了就不好吃了。果然兄弟恋爱脑治好了，立刻就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当初这小子在唐月身后追着跑，还得从自己手里偷出饭菜给他。这没有了唐月之后，兄弟的生活质量瞬间提升。重生回到80年代，我决定好好学习不舔校花了。不曾想校花却急眼了。接上集，江林今天这一出有点出乎意料，所有人都想看看他能坚持到多会儿。毕竟不少人打赌江林最多1天就得投降。这一次江林怎么跟自己道歉，祈求原谅，都不会原谅他的。结果唐月等了半天，江林也没有来到自己跟前。他悄悄地用余光扫了一眼，发觉江林居然在那里拿着本书看得认真，哪有什么道歉。本来以为自己重新读高3会很困难，可是没想到回来以后头脑特别清晰，看东西有点过目不忘的意思。
就目前这个情况，考个大学应该不成问题。江林那是认认真真的上课，连上课的老师看着江林都不由自主的有些惊讶。江山，快走！终于憋不住了，让我等他送我回家呗。唐月故意慢悠悠的收拾自己的书包，收拾自己的文具，磨磨蹭蹭了有半个小时，才和王桂兰一块朝停车棚走去。王桂兰也是他们村的，不过她蹭不到自行车，只能步行回去。唐月，你可要好好收拾收拾那个江林，别轻易原谅他。一会儿你别上他的自行车，他要是不好好道歉，你就别搭理他。我才不会坐他的自行车，我没那么没出息，我是不会原谅江林的。结果说完话一回头，空荡荡的车棚一个人都没有，自行车都已经推光了。唐月傻眼了。我们走，我才不稀罕坐他的自行车，就算是江林现在求着我坐他的自行车，我都不会坐的。月月，你这是咋了？那个江林咋回事啊？骑自行车是不是把你给摔着了？他要是把你摔着了，他家肯定负责医药费，你等着老娘这就去找他。妈，我没坐他的自行车回来，以后我也不会坐他的自行车。那个江林仗着他父亲是村长，还真以为我会跟他服软。原来是你和江林吵架了，你也别老耍小性子，多少对江林客气一点，男人总是要面子的。妈，你别提他了，他今天让我在学校丢光了脸。行了，你别说了，我饿了。行，妈这就去给你做饭。唐月看着端到跟前的饭菜，不由得蹙眉，家里的饭菜也太差了，他们家是全村最穷的，谁让他们家没啥劳动力？江林就是仗着家里条件好，要不然的话自己不会多看他一眼。他和步行之比起来，简直是不学无术，还妄想自己多看他两眼，做梦！我不吃了。唐月咬着手里的高粱面馒头，实在是有些难以下咽，把馒头扔回了盘子。而江林骑着自行车回到了村里，就听到屋里传来说话声：“爸，这一次您得帮秀云，好不容易供销社这里有了一个机会，能让秀云直接升到主任，您就和妈借给我们800块钱，我保证5年之内就还给你们。”一听到大姐夫这个声音，江林就不由得胸口涌出了一股怒意。父母一向器重大姐夫肖成河，毕竟那可是烟酒公司的经理，不光是正儿八经的铁饭碗，而且还是干部。可是谁能想到，就是在外人眼中，这个斯文大方、待人接物很有礼貌的肖成河，居然在大姐生孩子的时候，偷偷把她在外面生的私生子当做双胞胎抱给了大姐。而傻傻的大姐根本不知道，那个从小就有心脏病、身体很弱的儿子，居然是大姐夫和外面那个狐狸精的孩子。我和你妈手头没有这么多钱，800块钱可不是一个小数字。你也知道，家里处处都是用钱的地方，怎么可能拿得出来800块钱？爸，你也知道这种机会很难遇到，如果错过了，说不准一辈子秀云就只能在供销社当个售货员。要是秀云能当上科长的话，以后肯定能帮衬上家里。要不然您想想办法和我妈找2妹3妹他们凑一凑。2妹3妹都是县里上班的，还是能拿得出这笔钱的。肖成河才不管这两口子到哪里去弄钱，反正这笔钱他是要定的。虽然老2老3都上班，可是要拿出这么大一笔钱也不容易，就算我去借，也得有地方借呀。爸，您就想想办法。大姐夫，你比我爸想办法，你也不想想家里现在是啥情况？你和大姐结婚的时候，我们家可没要什么彩礼，连缝纫机和自行车还是我们家自己准备的，这些东西加在一块儿至少要300-400块钱。姐夫，你要是真想帮我姐，还不如回去跟我姐商量商量，把那自行车、缝纫机、电视机啥的卖了，我估摸着800块钱就凑够了。在这里为难我爸干啥呀？他一个乡下种地的，难不成还能从地里种出钱来？大林子，你别站着说话腰不疼，这毕竟是为了你姐。我要是把家里的东西都卖了，那岂不是被我爸妈都知道？你说我爸妈知道，那还不得让这件事算了？大姐夫要真是那样，还是算了吧。毕竟我大姐现在稳稳当当的，只要认真的再干上5年，保证可以从售货员升到小组长，一点一点升呗。爸，要是现在用这笔钱给我大姐去活动，万一活动不好被人抓到把柄，到时候大姐的工作没了，恐怕大姐夫也得受牵连，全家人都没好日子过。我这可是为了带姐夫着想啊。大林子说的没错，这件事不要再提了，还是让老大好好工作，你们以后有的是机会。肖成河完全没有想到以前那个老实巴交的小舅子居然能说出这些大道理，偏偏这个道理他都无法反驳。成河，你弟弟说的对，这种事情咱们不能给别人留下把柄，还是让老大好好工作。你呀，不要老想这些歪门邪道。还有成河啊，你也得注意一点，你好歹是干部，可是不能成天穿成这样花枝招展的。你说让外人看到，还以为你们一点都不艰苦朴素。爸，那我先走了，这事儿您再好好想一想，毕竟这是秀云一辈子的事情。你今天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怎么不给唐月去献殷勤？爸，您儿子今天在这里跟您保证，我瞧不上唐月，以后我跟唐月断得一干二净。这个小伙刚重生回到80年代，就骑车去新大姐。姐，你咋样？不行我送你去医院看看。大姐已经怀孕8个月，眼瞅着快生了，她是真没想到大姐今天回来。你把我当成泥捏的呀？你大姐瓷实着呢，没啥事儿。你着急忙慌去哪呀？你有没有哪儿受伤？姐，你看我活蹦乱跳的，哪都没受伤。对了，姐，你怎么骑自行车不看路，一头就撞过来？没事儿，我心里想事情呢，所以就忘了看路。来来来，咱们赶紧回家，爹娘肯定在家里等急了。大姐，你是不是想那个供销社主任的事情？你咋知道？我咋能不知道？
你不知道今天姐夫去家里，直接跟咱爸开口让家里给拿800块钱。你要不是不知道咱家啥情况，爸妈哪能拿出800块钱？爸姐夫就逼着让2姐、3姐他们全都一块凑钱。江林自然知道大姐是什么样的人，如果萧成河在旁边吹耳旁风，大姐是真的会跟自己亲爹开口。这事儿我还不知道，你姐夫也就是跟我说商量商量，但是我还没让他跟爹娘开口。大姐，你也知道家里的情况，这会儿让爸妈拿出800块钱，相当于是逼着爸妈去借外债。咱家啥情况你心里清楚，你也知道外面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咱爸，万一咱爸这里出一点疏漏，可能咱们全家都得受连累。我不是不想让咱爹娘帮你，可是借了这么一大笔外债，帮你找这个工作，万一买不来的话，那岂不是全家人都得掉进这个坑里？姐，如果真的有这个机会，我希望你是凭本事堂堂正正走上去。江林并不是不想帮大姐，上辈子其实就有这件事，但是上辈子萧成河只是借用了这件事的名头，根本没有去找对方。姐，你都快生了，你要注意一点你的身体，别那么劳累。江林担心江秀云的身体，上辈子江秀云的孩子早产大出血，差一点人没了。江林现在怀疑早产这件事有可能跟萧成河有关系，要不是抢救及时，自己姐姐就没了。翌日清晨，江山走了，你咋才来呀？我都睡过头了。你不是平时起得挺早吗？你不接唐月了？平日里江林要早起20分钟，他会去接唐月，还顺带给唐月带早饭。陈江山也没想到今天会迟了这么多。你傻了吧？我昨天不就是跟你说跟唐月一刀两断，你是不当回事呗？你来真的呀？我还以为今天早上你起来就变卦。陈江山真的无法相信那个对唐月死心塌地的江林真的给变了。妈呀，我居然能享受到唐月的待遇，可以呀，兄弟，你要是真的有这么大的决心，老子就是不吃饭也乐意。行啊，赶紧吃完走吧，别迟到了。而唐月抱着书包坐在屋里，看着外面天色越来越亮，心里有些不安，因为他们家没有笔。平日里都是江林过来喊自己，可是今天看这天色越来越不对。娘，江林来了没有？是不是你把他拦在门口了？我怎么感觉我要迟到了？江林根本就没来啊，是不是还不到点？娘，你看看这天色。他3审，现在几点了？7点30分了。娘，我迟到了，我们7点40分就开始上课。这个杀千刀的江林，他怎么不来接你呢？唐月只好匆匆忙忙背着书包就往外跑，书包里装满了书，沉甸甸的压在肩膀上。平日里这个书包都是江林给他背。这江林看着好像比以前脾气大，这一次是被自己闺女气狠了。要不然今天等闺女回来劝劝闺女，先服个软。真要把江林得罪狠了，江家万一和唐家闹掰了，自家那困难户的补助咋办？教室里江林他们都开始上课了，唐月才急匆匆的跑到教室门口。报告，唐月，今天你可是迟到了，下不为例。江林太不是东西了，多亏自己没有同意和他谈恋爱，这样的男人心胸狭窄，就因为自己昨天拒绝了他，居然今天早上连接自己都不接。和顾行之比起来，江林就是一堆狗屎。等到下课的时候，唐月的狗腿子立刻又冲到了江林身边。江林，你立刻去给唐月道歉，都是因为你唐月今天才迟到的，你还算不算是个男人啊？生气归生气，你怎么能早上不去接人呢？你是不是耳朵聋了，连话都听不进去？昨天我已经清清楚楚说我和唐月一刀两断，以后和他再也没有关系，我凭啥要去接他？江林，你怎么这么过分？就算唐月不喜欢你，你也不能半途而废啊！王桂兰自然着急，要没有了江林这个甜头，他们以后蹭谁的饭，蹭谁的好。像江林这样的冤大头可不容易找。我还把话摆在这里，我对唐月没兴趣，以后也不可能再跟在他身边像冤大头一样甜着他。江林，你太过分了，你要是不道歉，唐月以后都不会原谅你的。听不懂人话就滚，我不想再说一遍。桂兰，你回来，我不稀罕他接我。唐月，我可是为你抱打不平。行了，我和江林以后一刀两断，不用去求他。果然听到这话，旁边的一个男生跳了起来。江林，你这就过分了，好聚好散，是个男人也得对女孩子多少有点怜香惜玉，哪有你这么干的？就算是人家唐月看不上你，可是起码也能做朋友，你这样心胸狭窄，以后可是娶不到媳妇的。唐月，你别搭理他，他就是小人心肠，以后我骑自行车接送你。吴有福也有自行车，不过当初他嫌弃路远，所以不愿意干这种接送的活儿。可是现在没有江林啥事儿了，他自然得冲上去。吴有福同学，那就谢谢你了，我真是不好意思，麻烦你。不麻烦，不麻烦，这有啥麻烦的呀？这是我乐意的。唐月，那放学的时候你等着我，我送你回家。那就谢谢你了，你这样心胸宽广又乐于助人的同学，我最喜欢。这个小伙只是骑车送校花回家，就想让校花做他的女朋友，殊不知校花只是为了蹭个免费的车回家。吴有福，你想干嘛？唐月，我就是想扶你一下。再说了，我大老远把你送回来，拉你手一下而已，你又不是金子做的。他千辛万苦的送唐月回来，可不会当江林那样的舔狗。自己要是跟唐月之间没有一点实质性的进展，他凭啥这么千辛万苦？他可不是江林那个傻子。你什么意思啊？唐月，我就把话给你挑明，
我无条件的从县里把你送回来，也可以每天都来接你。但是咱俩必须确定恋爱关系，你如果不是我对象，我凭啥这么对你？我可不是江林，江林傻，好糊弄，但是我不傻。你就今天给我一句痛快话，要不要和我搞对象？唐月是万万没有想到吴有福这么不好糊弄，之前还想着江林没了，还会有其他人补上，可是忽然之间唐月就有点后悔。这么比较起来，江林人可真不错。吴有福同学，我现在只想把注意力放在学习上，专心的考大学。谈恋爱的事情我暂时不会考虑。我想在没有考上大学之前，我是不会谈恋爱的。吴有福一听这话，冷笑一声，立刻跨上自行车，一调转车头，扭过头骂了一句：“当了女还想立牌坊？你说什么？你怎么骂人呢？”而另一边的江林，放学就直奔毛纺厂附近的宿舍。上辈子记忆当中，萧成河的小狐狸精就是住在毛纺厂的宿舍。江林需要找到姐夫外面有人的证据，他跟周围邻居打听，果然被他打听到了。宿舍第6排的最后一间，说是住着一对夫妻。这个女人是外地来的，听说是跟丈夫一起到这里来的，没有工作。你要找的徐彩凤，那不是回来了吗？这时，远处一个大肚子的女人走来，虽然怀着孕，但依然风姿绰约，一看就是那种骨子里透着狐媚的女子。姐，你慢点。上辈子听说过萧成河有一个不学无术的小舅子，闯了不少祸，每次都是萧成河给擦的屁股。这件事得从长计议，我需要好好想想怎么揭穿大姐夫。转眼间，江林直奔大姐的工作单位供销社去了。大林子，你咋来了？我来接你一起回家吃饭，你这快生了，可得注意点啊。大林子，你真的长大了，知道心疼姐姐了。对了姐，问你个事儿，姐夫每个月的工资都放在你手里吗？你小子是不是又想要钱？绝对没有的，我就是好奇问问。我是觉得你和我姐夫都是双职工，我姐夫又是唐九副食品公司的经理，听说一个月挣100多块钱。按理来说，这800块钱我姐夫不至于拿不出来啊。姐，难道你也大手大脚不攒钱？江秀云一听这话，猛然之间顿了一下。是啊，丈夫一个月差不多有140-150块钱，自己在供销社虽然挣得少，可是也有30多块钱。他们两口子加在一块儿，差不多一个月有170-180。萧成河的父母都已经退休，人家都有退休工资，根本用不着他们补贴。姐，有时候女人当家还是得握紧手里的钱，男人呀，有了钱就不干什么好事。大林子，你为啥这么说呀？姐，你不知道我们班里来了个转校生，是个可怜人，听说他爸是个当领导的，他父母在外人眼中那也算是琴瑟和鸣，恩爱夫妻。前段日子突然爆出来，他的双胞胎弟弟居然是他父亲和外面的女人生的。借着他母亲早产的机会，趁机以双胞胎给抱了回来。弟弟身子骨弱，老生病，家里的钱全都给弟弟花了，而且他母亲偏心弟弟，对他疏于照顾。这个男人是东西吗？居然能干出这种丧天良的事情。是啊，谁能想到自己生活了几十年的丈夫居然是这种人？那后来呢？听说是他弟弟得了病，去医院需要输血，一检查才发现他弟弟血型和爸妈匹配不上。他妈当时听说这件事的时候，还以为医生搞错了，结果怎么验最后结果都是一样的，这才知道自己辛辛苦苦养了这么多年的根本不是自己的孩子。他爸这些年工资根本不给家里交，全都是他妈辛辛苦苦的养着家。到了最后离婚的时候，他父亲不光把房子拿走，把所有的钱拿走，还让他妈和他净身出户，辛苦一场，母子两个落了这样的悲惨下场。那个男人反而是把他在外面养着的女人娶回了家。他怎么这么傻呀？这些年辛辛苦苦的养家，难道就不知道问自己男人要钱吗？江秀云猛然之间收住了声音，好像自己也没问丈夫怎么要钱。按理来说丈夫手里也有钱，为啥拿不出来？对呀，我也说他妈太傻了，家里的经济大权不掌握在手里。姐，我还没问呢，你这怀的是单胎还是双胎啊？双胞胎。江秀云回答完弟弟这话，只觉得脑袋里嗡嗡的，怎么好像是很巧，自己也是怀的双胞胎，可是她总觉得不太对劲儿，这肚子里的胎动不像是2个孩子。丈夫也从来没给自己手里交过钱，是我舔了校花99年，重生归来我不舔了，他却想方设法的让我继续舔他。接上去，下课铃声一响，江林收拾书包准备回家，没想到突然出现一个人挡住了他的去路。让开，好狗不挡道。江林，你怎么能这么跟我说话？你让我怎么跟你说话？江林，你有必要这样吗？如果你是因为我当初说的那番话生气，我现在可以跟你道歉，但是我们是朋友，你没必要这样。唐月只是意识到，如果没有了江林，自己生活当中会出现很多麻烦。自己白月光顾行之在隔壁班，他也舍不得让顾行之天天接送自己。谁乐意和你当朋友啊？我可不想和你当朋友。江林，你要这么说话就过分了。我不就是没有答应和你谈恋爱，你就摆出这种态度，你还是个男人吗？男人不是应该对于自己喜欢的姑娘百折不挠？我只不过给了你一点小小的考验，你就用这种态度对待我，你让我很失望。咱们现在还是学生，马上就要高考，我只是希望把注意力放在考试上面。江林冷笑，唐月真是厉害，上辈子自己就是被唐月的 PUA 给忽悠瘸的。你说的没错，咱们是学生，应该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学习上。我可是要考大学的人，谈恋爱算什么？谁稀罕谈恋爱啊？你也不用考验我，失望就失望，咱俩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唐月同学以后千万别搭理我，你可别让我瞧不起你。
有些人啊，还真把自己当盘菜。别人把你当菜的时候，你才是菜；别人把你当狗屎的时候啊，你就是狗屎。唐月气得直跺脚，可是同时心里升起了惶恐。如果江林真的不搭理自己了，以后怎么办？江林他爹可是村里的村长，自家的困难户的补助还得村里同意。如果没有了江林，自己以后吃的喝的怎么办？江林怎么会好端端的对自己这么绝情？而另一边的江秀云突然感觉肚子有点疼，脸色微微一白。经理，我想请1天假，我肚子有点不舒服，想去医院看看。那你快去，肚子里的孩子重要。江秀云扶着肚子，快步的朝职工医院走去。马上就要走到职工医院的时候，她突然摸了摸肚子。丈夫一直说这是双胞胎，医生也说双胞胎，可是自己作为一个母亲，感觉只有一个孩子。突然想到了江林所说过的那个故事，江秀云还是走向了更远的县人民医院。孩子很健康，你是不是有哪不舒服啊？大夫，我今天肚子有点疼，我的2个孩子没事吧？江秀云问出这句话的时候，几乎屏住了呼吸，她不希望从大夫嘴里听到那个答案。什么2个孩子呀？你这肚子里只有1个孩子呀？1个孩子吗？不可能，我在职工医院那边做产检，一直都告诉我是双胞胎。怎么会？你别动，我再仔细给你查一查。听到江秀云这么说，大夫也慎重起来，毕竟人家做产检不可能乱来。同志不会是搞错了吧？真的，我看了半天，你肚子里只有1个孩子。江秀云浑浑噩噩的拿着检查单走出医院，怪不得自己心里总是觉得不安宁，怪不得总觉得肚子里孩子的动静不太对劲。无论怎么感觉，她都觉得肚子里像是一个孩子。那为什么职工医院那边检查的医生非要告诉自己是双胞胎？她猛然想起丈夫带自己来做产检的时候，跟自己说这个妇产科的大夫是她的同学。丈夫到底想做什么？难道像是弟弟故事里所说的萧成河准备把另一个孩子当做双胞胎塞给自己养？江林骑着自行车刚走出校门，就看到大姐站在校门口的墙角那里，愣愣地盯着大门，正在发呆。大林子，江林看到大姐眼圈红了，立刻意识到大姐可能是发现了什么。姐，上来吧，我带你回家。妻子不过怀了孕，丈夫就想把外面的私生子抱给妻子养，甚至仗着自己有点小钱，想拿捏妻子全家，结果被重生而来的小舅子给揭穿了。江秀云回到家里，一个人还在那里愣神儿。大姐有啥话你跟我说，你这样不说也不吭气，爸妈很担心。你那天给我说的故事是真的还是假的？姐，你怎么好端端的问这个事情啊？你就跟我说这件事是真的还是假的？姐，当然是真的，这是我同学的事情，你怎么这么伤心啊？你是遇到啥事儿了？大林子，姐肚子里怀的不是双胞胎，是一个孩子。怎么会？不是双胞胎吗？我也不知道为啥，我今天去医院检查的时候，我就是想起了你说的那个同学的故事，我实在过不了我心里这一关，就去了县人民医院，没成想检查出来我肚子里是一个孩子。姐，萧成河为什么要欺骗你这个孩子是双胞胎呢？难道说真的和我同学妈妈的情况一样？萧成河想把他和其他女人的孩子塞给大姐你？我也不知道，我现在心很乱。虽然我知道我不应该怀疑萧成河，可是萧成河为什么要这么做？职工医院给我做检查的医生是他的老同学，而萧成河每一次都会陪我去产检。姐，你别伤心，我知道你知道这样的情况很难受，我是你弟弟，你说你想怎么办，我一定会帮你。江林，走，咱们跟爸妈把这件事说了，这件事不能就这么算了。萧成河想把他在外面和别人生的孩子塞到我这里，简直是做梦。他真以为我们家只有一个男孩是好欺负的吗？这一夜江父江母睡觉，屋子的灯就没有熄过，一家人在屋子里把事情详详细细的重复了好几遍。第二天一大早，萧成河就已经出现在他们家院子外面，殷勤的敲着门。秀云，我刚出差回来，看见你不在家，去供销社也没看见你，我一猜你肯定来咱爹娘家了。萧成河，你还知道回来呀？秀云，这是咋了？我出差3天，实在是没办法，这也是公司的安排。你要是有啥不高兴，别憋在心里，打我骂我都行，你别伤着你和孩子。萧成河，漂亮话你就别说了，我就问你家里的钱哪儿去了？媳妇儿，咱家钱不都在你那里吗？萧成河，你别嬉皮笑脸的，我这马上就要生孩子，怎么你一个大男人准备让你老婆自己掏钱生孩子呀？媳妇儿，这话怎么说的？秀云，你咋跟成河说话呢？成河，秀云这是给气着了，你不知道她今天肚子疼得厉害。今天我和他娘还提起来，你们这是双胞胎，总得提前给2个孩子把所有东西都准备好。结果秀云一看存折上面只有几10块钱，你们2口子这些年工资也不少，咋就这么一点钱呢？成河，我爸今天给我一算，我才忽然间反应过来，你一个月挣100多块钱的工资，我工资也就是你的零头，就算是咱俩每个月大手大脚花个30-40，也能剩下100块钱。咱俩结婚8年，钱呢？你那些钱都去哪了？萧成河，你到底是不是真心和我过日子？媳妇儿，你别哭呀，有啥话好好说。萧成河，别人家都是女人管钱，为啥到了我这里，你的工资不给我呢？这些年算下来，咱俩手里再怎么样也有万把块的存款。我马上生孩子了，你从来没提过这笔钱，你到底是想干啥？还是说这些年你把这些钱给哪个狐狸精花了？媳妇儿，你怎么能这么想我呢？这些年我下了班就回家，你啥时候见我在外面跟别人鬼混的？我当然是把你当成我媳妇儿，当成我孩子的妈。娘，
我就说程和不是那样的人，你还非说程和不给我钱，是他心里有鬼。哎呀，我就是逗逗你，咱女婿是啥样的人，我能不知道？那女婿是一心一意跟你过日子，女婿，你的人品我信得过。媳妇儿，你说你都当娘的人了，怎么还这么调皮？刚才把我给吓坏了。我把钱都攒着呢，这不都是为了2个孩子，为了以后咱家，我能舍不得给你吗？只要你开口要，我肯定全都给你，把我的命给你都行。程和，你这么说我就放心了，那把你攒的存折给我吧。我算了一下，差不多应该有9600块钱。媳妇儿，这存折我也不能带在身上啊，在家里放着呢。对了，现在你要钱干啥呀？姐夫，你就把存折给我姐吧。你不知道我姐肚子里的2个孩子把她折腾得不轻，成天疑神疑鬼。程和，你要是不把存折给我的话，我就怀疑你拿着这笔钱在外面养了什么狐狸精。不能，秀云，我哪是那样的人啊？萧成和心急如焚，真让自己拿9600块钱出来，砸锅卖铁都拿不出来。他手头只有2000块钱，这些年手里攒的那点钱全都砸到了徐美凤身上了。不能就好，明天就把存折给我拿来，我去把钱转到我的存折上，这样我也放心。万一咱生孩子有个好歹，连钱都拿不出来，那岂不是咱家孩子要吃大亏？秀云，这事儿咱回去再说，天都这么晚了，咱现在回家吧。我就不回去了，今天肚子不舒服，你这来回的跑，万一孩子有点啥事咋办？你先回去吧，等明天早上来接我上班。江秀云心知肚明，自己怎么可能回去呢？回去萧成和怎么去找他的狐狸精凑钱呢？萧成和心烦意乱的答应一声哥离开了，闷闷不乐的来到了徐美凤那里。男人明明有家庭，晚上却留宿在单身女孩的家里，之前还把家里存款都给了她，现在东窗事发，他想要回存款，女孩却不乐意了。接上集，孩子他爹，今天你怎么有时间来？那个母夜叉不拦着你了？我放在你这里的存折呢。你怎么突然想起来要存折了？你还不放心我吗？你不是说存折留在我这里生孩子的时候，万一用得着呢？这不是出了点事儿？江秀云那边突然问我要这些年的工资，我要是拿不出来，她怀疑我外面有人。今天要是不把钱凑出来，我怀疑那个婆娘迟早要去查这事儿。万一给查到了，那可了不得。她是不是发现什么了？你别怕，她发现不了的。孩子他爹，你也知道我家的情况。前2天我弟弟说想自己弄个小卖部，这不是就问我这里拿了一些钱，那存折上面没剩多少了。没事儿，用了就用了，我的钱就是给你和孩子用的。可是你们家的母老虎问你要钱，这怎么办呢？你要拿不出来，他是不是会调查？我再想想其他办法，你别管了，你就安心的养胎，到时候听我的安排，绝对不会出岔子的，我不会不管你们母子。两人又迷迷糊糊的说了一会儿话，萧成和晚上直接留宿在这里，反正今天晚上江秀云不会回家。第二天江秀云下班的时候，萧成和这个模范丈夫又骑着自行车等在外面，接到江秀云之后，回到家就拿出了个存折塞到江秀云手里。媳妇儿，你这不是一直担心我在外面给别人花钱吗？这就是咱家的存折，这回你放心了吧？老萧，我就知道你这人一向节俭，钱肯定存着了，这钱我保管，以后都给咱儿子咱闺女。江秀云说着就把存折锁进了衣柜里。萧成和本来想收回存折的手指，又只好讪讪的放回了自己兜里。谁保管都一样。萧成和本来就是虚晃一招，只要让江秀云看到就行。谁知道这个女人居然把存折收了，这笔钱她可是今天刚从公司财务上面挪出来的公款，这可怎么办？好在查账得下个月底，等找机会她一定把存折骗出来。另一边，唐月正和顾行之走在回家的路上。月月，最近你怎么不来找我了？是不是有什么事儿？顾行之回村里是因为自己手头的粮票和饭票都没了。没有，没什么事儿。顾行之是那样的有文化有气质，那样一个高洁又高傲的人，自己怎么能用那些烦人的事情来惊扰顾行之？月月，有什么事情你别瞒着我，肯定又是那个江林在骚扰你。行之，你是不知道那个江林非常可恶。他又怎么惹你了？就算是你不理他，过2天他一定会向你道歉的。行之，江林这一次居然铁了心跟我闹脾气，我准备不理他了，我要让他老老实实的接受一次教训。居然敢跟我发脾气，也不瞧瞧他自己是谁。顾行之听了这话，眼神里闪过一丝诧异。不对啊，江林这个赖皮狗怎么可能1个多月都不理唐月？月月，你对江林不要总是横眉冷目的，他毕竟是个男人，老是这么受打击，自尊心会受到伤害的。我知道你瞧不上他，可是咱们都是同学，没必要把彼此之间的关系弄得那么僵。顾行之这么说，自然有自己的小算盘。又到了要饭票的时候，没有江林帮忙，他这饭票也不好意思跟唐月开口。而且江林这个人其实还是不错的，起码他是真心诚意的照顾你。你就别替他说好话，江林特别不是个东西。他以为这样就能让我屈服，我不会服软的，我哪怕是饿死，我也绝对不会向他低头。行之，不过以后我就不能给你饭票了，我这边也很紧张。月月，你是不是遇到什么困难？也怪我，我就不应该让你一个女孩子接济我。我一个大男人，哪怕是饿肚子饿得头晕，也不应该接受你的好意，都是我的错。月月，你放心，
我这2天就问我爸妈把钱要回来还给你。虽然我爸妈身体不好，总不能为了帮助我爸妈解决家里的困难而为难了你，我也不忍心这么做。行之这事你还是不要跟伯母伯父说了，你要是说了，他们该担心了。要不然以后我把我的饭票分你一半，咱们俩同甘共苦，等着咱们考上大学，肯定会比现在好。让那个江林哭去吧，我相信任何难题都不会难住我们。顾行之心里着急，狗屁的携手前进，克服万难。自己要的不是克服万难，要的是江林接济唐月，自己才能吃上肉包子和肉菜。可是现在唐月居然想断了这个。妻子前脚刚进产房，丈夫后脚就把年轻女孩送进医院，想把外面的私生子抱给妻子养。接上集，这天江秀云在供销社里上班，肚子突然开始疼，本来想去县人民医院生孩子，谁成想刚走出供销社门口，正好撞上了肖成河。小刘，你快去县里的中学找我弟弟江林，让他通知我爸妈到医院来。肖成河着急地把江秀云送进了产房，一边急忙让人去通知徐美凤那边，让丈母娘和老丈人赶紧把徐美凤送过来。他早就和妇产科的老同学打好了招呼，这样可以随时调包。大林子，你咋来了？姐夫，我姐生孩子这么大的事儿，我咋能不来呢？哎呀，你来管啥用啊？你说你还上学呢，这耽误了你的学习，咋成？你赶紧回去上课去。你姐这里有我呢，你就放心吧。姐夫，我既然来了，肯定要守在这里。你放心，我已经通知了我爸妈，一会儿他们就该到了。怎么爸妈也来了？肖成河急得团团转。徐美凤那边已经被人匆匆地送进了医院。这会儿江父、江母和江林全都守在产房门口。现在该怎么办？双胞胎胎位不太正，要不然咱们剖腹产吧，不然的话你和孩子都有危险。不，我要顺产。如果剖腹产自己就会晕过去，到时候生的是一个孩子还是2个孩子自己都不清楚。事情到了这个地步，他怎么会不知道这是肖成河设计好的？秀云啊，咱们都认识这么多年了，我是老肖的同学，我肯定是出于对你和孩子的安危考虑，你最好还是同意剖腹产。如果不剖腹产的话，你和孩子都有危险。我不剖。谁是病人家属？谁是江秀云的家属？大夫，我是。跟你们说一下，产妇现在情况比较危急，需要剖腹产，可是产妇不同意，现在需要征求你们的意见。如果你们同意，我们立即给她做剖腹产手术。我们同意，我们同意剖。我不同意，大夫，我女儿明明可以顺产，凭什么要剖？你这个大夫是不是庸医？你能不能给我女儿看？不能看我们转院。这位家属，你冷静一点，你女儿现在情况比较危急，我们是经过会诊才觉得应该给她做剖腹产，你这样再耽误下去，就是要了你女儿的命。我希望你们想清楚到底要不要剖。我的老天爷呀！你们这些庸医，我女儿明明可以顺产，你们却要剖腹产。我女儿前2天检查胎位还正，没有任何问题，怎么现在就要剖腹产？是你们这些医生害了我女儿，我告诉你，死我都不会答应剖的。妈，我求求你，求求你，再这样耽误下去，您这就是要了秀云的命啊！妈，求求您让秀云剖吧，有什么责任我来担着。再耽误下去，秀云和孩子可就没命了。你们医院的院长在哪儿？我要你们院长出来！你们这个医院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女儿明明前2天产检还一点问题没有，现在突然说她有生命危险。我告诉你们，你们今天不给我一个交代，咱们没完。我姐到底是怎么回事？你这个庸医，你是不是误诊？我告诉你，我姐要是出了事儿，我要你的命。这边一闹起来，周围所有看热闹的人都围了过来。很快，医院里的值班主任还有院长、副院长全部都到了。同志，别打架，有什么话咱们好好说。到底出什么事儿了？你就是院长吧？你得给我们做主。我姐明明前天来做产检的时候，双胞胎胎位很正，身体非常健康，结果现在要生了，主治大夫就说我姐和孩子有生命危险，要我姐剖腹产。我就问到底是怎么回事？你们必须给我们一个答复。李主任，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院长，是产妇现在胎位不正，我怕胎儿窒息，所以希望家属能够同意剖腹产。没想到他们动手打人。家属，我很理解你们的心情，产妇现在肯定是遇到了什么危险情况。您放心，我这就安排副院长进去查看。副院长是咱们医院最有名的妇产科大夫，有任何危险我们一定尽力排除，绝对会给你们一个满意的答复。院长、副院长没必要，里面的情况我非常熟悉。李主任，你立刻带副院长进去看看到底怎么回事。卫生局的领导正在视察工作，现在就在他的办公室。如果这事儿闹大了，他们医院后续的建设完全就算是停滞，绝对不能在这个节骨眼上让他们这里出现任何问题。看到副院长和李主任走进产房，江林和江父江母略微松了一口气。恭喜你们生了一个女孩，母女平安。大夫是不是弄错了？我姐不是双胞胎吗？家属同志，你姐姐肚子里只有一个孩子，是一个女孩。副院长也很尴尬，当时自己诊断出来是一个孩子的时候震惊了。一个妇产科的主任能犯这么低级的错误，这已经不是简简单单的犯错误，这简直是罔顾人命。副院长，那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我姐姐产检一直都说是双胞胎？那位李主任可是从始至终一直都跟我姐姐说，2个孩子都非常健康，胎心都可以听得到。江林不依不饶，副院长脸色都白了。
他知道这事儿闹出去他们医院不占理，这就是严重的医疗事故。小同志，咱们有什么事儿去办公室说。你看你姐姐刚生完孩子，先让姐姐去病房休息，有什么事情咱们在办公室再谈，你觉得怎么样？好，副院长同志，那我们一会儿去办公室谈，我先送我姐姐去病房。爸妈，大林子，你们也忙了半天了，要不你们回吧，我在这里照顾秀云。你照顾？我女儿差一点被人动了刀子，你说给我女儿检查的是你的老同学，医术非常好，这就是好啊。单胎能验成双胞胎，明明正常顺产，非要变成剖腹产，你还好意思说照顾我女儿？鬼才信呢！给我滚远一点，别在老娘跟前碍眼，看见你就来气。妻子前脚刚进产房，丈夫后脚就把年轻女孩送进医院，想把外面的私生子抱给妻子养，不料被重生而来的小舅子揭穿了，接上集。这是很严重的医疗事故，一个妇产科的大夫经验丰富，居然能出现这样原则性的错误。如果我姐姐今天剖腹产出了任何意外，你们这叫什么？你们这叫罔顾人命。今天你们医院不给我一个说法，这事没完。大林子，你胡闹什么呀？院长、副院长同志误会了，我知道咱们医生同志医术过硬，出现这样的问题可能是有一些失误，我代表我妻子对于这件事就不追究了。肖成和，你有什么权利代表我姐姐不追究？我告诉你，这件事我要追究到底。大林子，你有完没完？你姐姐这不是没事吗？孩子也已经生了，就算是为孩子积德，你也不要在这件事情上抓着不放。做人留一线，日后好相见，这事儿也不能全怪大夫。肖成和这话说完，连院长和副院长都不由得沉思地打量着他，主要从来没见过病人家属会为出了事故的医生开脱。肖成和，你个王八蛋，这里有你说话的份吗？我告诉你，我还没有怀疑你是不是和那个所谓的李主任串通一气，故意来这么一出，你还好意思说什么做人留一线？我告诉你，肖成和，今天这个事情没有一个交代，咱们没完。大林子，我知道你姐今天遇到了危险，你心里着急，可是咱们再着急也不能在这里和医生大吵大闹。这事儿也怪我，李主任是我的同学，一直都知道我喜欢双胞胎，可能只是跟我开玩笑，结果没成想我和你姐都当真了。只要你姐和孩子都平安，咱们就别在这里闹腾了。肖成和，这一次多亏我和爹娘来了，要不然这会儿我姐都被剖腹产了。你们医院要是今天不给我一个确切的答案，那我就只好去报公安。堂堂的职工医院，好好的产妇非要剖腹产，你们到底想干啥？肖成和，你小子在这里装什么聋子？哑巴，这事要不是你求我，我至于撒这个谎吗？我今天跟你们大家说清楚，这事真不是我误诊，是因为肖成和求我说他媳妇特别想要一对双胞胎，所以让我骗他媳妇是双胞胎，而且他还让我给他媳妇做剖腹产，说是到时候他会抱一个孩子过来，顺带就让当成双胞胎。那个要抱孩子的产妇现在就已经在产房里，正在做手术。我不过就是收了肖成和1000块钱，我哪想到会闹得这么大。李主任，明明是你诊断错误，你不能冤枉好人，你这不是胡说八道吗？李主任，肖成和可是说你是诬陷他，为了推卸自己的责任。既然是医疗事故，那我们还是报公安吧。肖成和，你诬陷我，我告诉你，你送来的产妇还在手术室里做手术呢。你别以为别人都是傻子，我早就看出来了，那个女人是你养在外面的女人，和你媳妇前后脚怀孕，你自己干了什么事情你自己不清楚啊？这位同志，我知道你是肖成和的小舅子，我告诉你，这个姓肖的不是个东西，他这里肯定有阴谋，要不然好端端的他为什么把他外面养的女人也一块放到手术室里？我猜他是想把外面那个女人肚子里的孩子当成你姐的孩子，让你姐一起养，你可千万别上他抵当，我绝对说的是实话。肖成和，你不是人。大林子，你别听他胡说，他是出了医疗事故，故意这么说的。他是栽赃，他是陷害，我怎么可能这么做？院长、副院长，不好了！产房里有一个做手术的产妇，叫徐美凤，大出血。王主任让我喊你们过去，产妇有危险。就在这时，肖成和跳了起来，因为他听到徐美凤的名字的时候，第一时间就反应过来，这是自己的媳妇儿和孩子。他刚想往外冲，却看到江林就站在他面前。大林子，你姐刚生了孩子，我回去给她煮鸡汤，你千万别胡思乱想，也别在你姐面前胡说八道，不然的话，你姐养不好身体的。这些鬼话你千万不能信，那都是那个李主任推卸责任，他故意诬陷我的。肖成和是不是诬陷你很简单，李主任肯定知道那个大着肚子的孕妇是谁，我们去当面对质不就好了？大林子，你为啥不信我呢？我跟你姐从来没红过脸，我咋能干这种丧良心的事儿？肖成和，你别忘记你今天说的话，如果被我发现你真的在外面养了女人，那我姐只能和你离婚。不能，你放心，姐夫肯定不是这样的人。这时一男一女直接来到了肖成和面前，一把就抓住了肖成和。成和，你快走，你快去看看美凤，美凤大出血，医生说需要输血，医院里血不够，这可咋办呀？听说大出血会出人命的。成和，你快想想办法，赶紧给美凤找血源。你们干什么呀？我小舅子还在这里呢，我根本就不认识你们两个，胡说八道可是要负责任的。肖成和，你个没良心的，你想干啥？我闺女大出血都快出人命了，你不想管吗？我告诉你，你要是敢不管我闺女，咱们没完，我就去找你媳妇讲道理。就是，
萧成和，你别想玩我女儿，拍拍屁股就走人。我告诉你，今天这事你不管，咱们没完。两人说着，就拽着萧成和往手术室门口走去。大夫，我女婿来了，你们跟他说要咋办？副院长看着眼前的萧成和，终于明白，原来真像李主任说的，这小子背后玩猫腻，在外面养了女人，居然还想把那个女人的孩子放到自己媳妇儿名下来养。院长，病人已经昏迷过去了，要是再不抢救，就要出人命了。谁是病人的丈夫？他，这就是我女婿，也是孩子的父亲，徐美凤的家属。我现在提醒你，徐美凤大出血，严重失血。就目前这种情况来说，需要献血，10万火急。你要速度快，不然的话，大人孩子都保不住。你还待着干什么？赶紧去啊！多耽误1秒钟，病人就有生命危险。你们干什么？这个产妇大出血需要输血，你们应该去想办法救人。你们拉着我干什么？这事儿跟我有什么关系？萧成和绝对不会允许任何人耽误自己升职的路。虽然他喜欢徐美凤，但没有喜欢到色令智昏的地步。大林子，咱们快走！这2个老头老太太就是疯子，他们不赶紧去想办法找人输血救人，反而把我拉到这里。咱们赶紧去看看你姐和孩子吧。这个男人想把私生子抱给老婆养，不料被丈母娘一家揭穿了阴谋。他竟然觉得亲儿子是个灾星，接上急。大林子，刚才的事情你千万别跟你姐说，你姐刚生了孩子，受不了刺激。再说这事儿我真是被冤枉的。刚才那俩人我根本不认识，我也不知道为啥他们铁了心要赖到我头上。我怀疑他们2人跟李主任认识，李主任为了推卸医疗事故的责任，把这屎盆子扣到我头上。咱们可是一家人，咱们得团结一心，一致对外。姐夫，如果说刚才我还有点怀疑你，这会儿我一点都不怀疑了。如果那真是你的女人孩子，你咋可能不管转身就走？那大出血可大可小会死人的。肯定是那个李主任起了坏心眼儿，就是想推脱责任。你放心，姐夫，我们肯定和你站在一起。江林拉着萧成和进了病房，江父江母看到江林笑眯眯的拉着萧成和进来，心里明白，估计是儿子那边的事情没办成。你俩去哪儿了？你姐好不容易刚生完孩子，这处处都需要人，你们可倒跑得快。成和，不是让你回去炖鸡汤吗？对，爹，你让我熬鸡汤呢，我这就去。小舅子，那就麻烦你和爸妈先在这里照顾秀云，我这就回去炖鸡汤，马上就回来。姐夫，要不我送你回去吧？大林子，你竟然买新车了？哪有？这是我在瓜子二手车上买的比亚迪汉，才花了9万多。现在新车掉价快，上瓜子买二手的划算。年底瓜子有100亿补贴活动，5万多就能买奔驰、宝马、比亚迪。瓜子每台车都经过官方专业检测，可以试开3天。要是有旧车，还能放瓜子拍卖，买卖二手车上瓜子就对了。大林子，不用麻烦你了，我很快就回来。你老盯着他干啥呀？知道他要干啥？这个坏了心眼子的王八蛋！没想到真的给我来这一套。啥也别说了，你从医院出来回娘家坐月子，反正你公公婆婆不在这边。真没想到这个萧成和居然狼心狗肺到这个地步。要不是今天你派人喊了你弟弟和爹娘，很难想象后面会出什么事儿。我是真没想到这个王八犊子居然想着把其他女人生的孩子塞到你这里来，这心可真毒。哪怕我活了一辈子也没有这种见识，连听都没有听过，咱哪能想到啊？江母现在想起来还一阵阵的后怕，万一他们不在跟前，万一女儿被人家给打了麻药，到时候可就由不得女儿。爹娘，你们别怕，我大姐大难之后必有后福。再说这一次，我非得扒萧成和一层皮不可。等到徐美凤昏昏沉沉的睁开眼睛的时候，看到父母正焦急的守在自己身旁，突然听到耳畔传来了孩子的哭声。爸妈，孩子没有送过去吗？这可和一开始说好的不一样，自己明明还有1个多月才应该到预产期，提前来做剖腹产，就是为了把这孩子送到萧成和那里去享福。要不是萧成和那里不能离婚，自己万万不会舍弃了自己怀胎10月的孩子。哎，别提了，他媳妇那边根本没有做剖腹产手术，人家顺产生下来一个闺女，而且还是副院长接生的，这样谁都知道是一个孩子，咋弄双胞胎啊？那也好，孩子留在我身边，要不然我也舍不得。就在这时，只听到旁边的孩子突然发出了一个尖利的哭声，那哭声就像是卡在嗓子眼里一样，突然一下子就没了声。爸妈，你们快看看孩子怎么了？老两口跟着孩子来到了抢救室。5个小时之后，焦急的徐美凤等来了自己的母亲，看到母亲面色苍黄，一脸惶恐的模样，心急的问道：妈，孩子怎么了？孩子，妈，你快急死我了，孩子到底怎么了？你别乱动，你刚做了手术。妈，孩子到底怎么了？你快说啊，你要急死我吗？我也不瞒你了，孩子刚才是犯病了，送去急救，大夫说是先天性心脏病，这孩子要么筹钱做手术，要么以后的精心的养着。徐美凤两眼一翻，彻底晕了过去。萧成和拎了2个饭盒，兴冲冲的来到医院。他现在学聪明，已经跟老丈人约好，老丈人就在1楼待着，有啥事儿就直接能找自己。伯父，这是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这个鸡汤你先拿着，这是给美凤炖的鸡汤。是孩子出事儿。什么？孩子怎么了？孩子被送进急救室，大夫说先天性心脏病，要做手术。要做手术？如果做手术那不是简单了，没关系，职工医院我有认识的人。不是，刚才大夫说了，这个心脏手术咱们职工医院没有那个能力做，
除非是去上京的医院找那些专家去治。萧成河一听这话，眉头皱了起来。去上京一趟可不近，坐火车还得坐2天1夜呢。更重要的是，上京城没有熟人，去那里做手术意味着花钱，还需要劳心劳力还费人。谁带着孩子去做手术？肯定不可能是自己。萧成河第一次感觉到儿子出生之后，似乎事事不顺。这孩子难不成是个灾星？你快找人带孩子去看病吧。大夫说了，孩子现在虽然在急救，但是如果不能做手术，孩子这样子，要么就是家里精心养着，要么以后长不大。爸，先别说了，你先去看美凤，让我考虑考虑怎么办。萧成河一个头2个大，本来安排的好好的，没想到现在事情出了岔子。如果这孩子是当成双胞胎一样，成了江秀云的孩子，那自己可以正大光明的带着这孩子到处去看病，秀云也会尽心竭力的照顾这孩子。可是偏偏这孩子现在名不正言不顺，这个男人抱着刚出生的婴儿就要跳楼，只因被孩子父亲诬陷丢了铁饭碗。没想到的是，孩子父亲竟然还不敢认回自己的亲儿子。接上集，大林子说啥呢？这么好笑？姐夫你来了，我刚才正跟爸妈和我姐说，咱家这小外甥女儿那简直是天降福星。你不知道，我姐今天在供销社正式成为主任的任命书已经下达。更重要的是，这一次我姐超额完成市里的任务，市里的领导特别表扬了我姐，给我姐了一个38红旗手的荣誉。咦，我们家小丫头这么厉害啊，这么旺妈妈？江秀云心里充满厌恶，可是表情却是很温柔。好了，你从外面进来都没有洗手，别乱碰孩子。好，我不碰孩子。萧成河看着刚出生就白白胖胖的孩子，不由得心里生出了五味杂陈。怎么就偏偏是个女儿，却生得健健康康，反而是自己的儿子却病病歪歪？秀云，大林子，那我就先回去了。老李，我不知道为什么出现这样的状况，但是你没有一个合理的解释，也没有证据可以证明是病人家属出的这个主意的话，我们也没有办法。现在病人家属严重要求惩处主治医生，你现在先停职吧，回去写检查，如果提供不了正面的证据，你就得面临调查。李主任听了院长的话，眼神里闪出了愤恨的神情。他没有想到萧成河到最后把自己给出卖了。卫生局那里一调查，萧成河推翻了他原来所有的一切，咬死了自己诬陷他，那自己所面临的就是这辈子别想当医生，背上了一身污名，要被所有人瞧不起。他绝对不能就这么放过萧成河。萧成河骑着自行车到了医院，结果还没等他走进去，就在门口被徐福给拦住了。成河，出大事了！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那个李主任抱着孩子上了顶楼。用手机看这么精彩的视频不过瘾，用抖音电脑版看，大屏看视频更过瘾更清晰，网友互动弹幕互动更流畅，小窗模式工作娱乐两不误，还有很多颜值博主专属动态壁纸免费设置，快用你的电脑下载抖音电脑版。说是要跳楼。萧成河同志，李主任说了一定要见到你，如果不见到你，他就抱着孩子跳楼了。他们医院第一次发生这种要跳楼的事情，这简直成了县里的丑闻。萧成河被拉到了顶楼，两个穿制服的公安正在和李主任交谈，而李主任怀里抱着一个婴儿，一脸决绝地站在楼顶的砖墙外沿。李医生，你千万别跳，有什么话咱们好好说，你有什么要求可以提，我们帮助你解决。李医生，你年轻有为，何必要跳楼呢？有什么问题咱们都可以解决。再说你还抱着一个孩子，千错万错，孩子总没有错。你要是心里有冤屈，你可以说出来，我们一定会调查清楚。你们别过来，你们要敢过来，我立刻就跳下去。你们让萧成河过来，他把我害成这个样子，他现在想把所有责任推到我的头上，做梦！你别激动，千万别激动，我们这就让萧成河过来。你现在稳定住对方的情绪，一定要把孩子和人抢下来。我们在旁边寻找机会，记住一定要稳定住。萧成河脸都白了，他哪遇到过这种情况？虽然这楼不高，可是跳下去怀里的孩子能不能活下来就是一回事儿。那到底是他的亲生儿子？你给我站住！你要再靠近我，立刻就跳下去。全都是我的错，你救救我！你救救我！老李，咱们是这么多年的同学，有啥事儿你就说。孩子是无辜的。萧成河，你还有脸跟我说这孩子是无辜的？我不无辜吗？就为了帮你撒谎，帮你给这个孩子换个身份，我现在连医生的工作都没了，我们一家老小吃什么喝什么？你给了我1000块钱，就要让我搭上我的后半辈子？萧成河，你想的太美了吧？你不是想让我背黑锅吗？行，今天当着你的面，我就抱着这个孩子跳下去。你不是说这孩子不是你的吗？那要死就一起死，我要你萧成河断子绝孙。你别动，你别动，李大夫，李主任，你等一下，咱们有什么话好好说。咱们还有什么可说的？我就问你，萧成河，这孩子是不是你儿子？这孩子是不是你和徐美凤的儿子？萧同志，你快回应他呀！李主任，你千万别这样，你别激动，这个孩子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好，既然你说跟你一点关系没有，那就和我一块死吧。李主任，你别跳，你到底想要什么？你提出来，我们能满足你的一定满足你。这个孩子刚刚出生，你没必要伤害一个小生命，你自己想一想，你这样做，你又能得到什么？你这样跳下去，你和孩子伤了，残了，最后的结果都是你身败名裂。李主任，咱们好好商量，好好谈，只要你提出来，
我都可以帮你。好啊，我有要求，那你过来，我只能告诉你一个人。李主任突然平静的让人感觉有点诧异。肖成和见到这个状况心里一松，只要李主任不跳楼，不当众揭穿自己和孩子的身份，什么都好解决。李主任，咱们慢慢聊，你有什么要求都可以提。你是要钱还是要人还是要职务？只要你说我能帮你的，一定帮你解决，和这个孩子没有关系。李主任，你尽管提要求。肖成和，你再靠近一点，我告诉你我要什么。肖成和，你想让我一个人承担所有罪名？做梦，要死，咱们一起死。李主任，李医生，你要干什么？救命啊！你们别动，你们要是动，我立刻就松手。所有人焦急地看着纠缠在一起的两人。李医生，请你冷静一点，我们不过去，你千万不要松手。肖成和，我就问你一句，这件事是不是你求着我做的？我怀里这个孩子是不是你的孩子？你和徐美凤是不是作风问题？李主任，咱们是同学，咱们这么多年的朋友，你救救我！肖成和，这个孩子是不是你和徐美凤的儿子？李主任的眼神里闪动着疯狂，他必须给自己洗清冤屈，这也是他思前想后唯一能找到的一条路。李主任，我错了，这个孩子是我和徐美凤的儿子，这件事是我求你帮我跟我媳妇撒谎，说是双胞胎，想要把这个儿子养在我媳妇名下，全都是我的错，你救救我，你救救我！公安同志瞅准时机，看到李主任已经放松警惕，一拥而上，直接把3个人扯了回来。哈哈哈哈哈！肖成和，这回咱们一起身败名裂。李向民，你是不是要死啊？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你知不知道我差一点被你害死？肖成和，这回露出你的狐狸尾巴了吧？谁害你了？如果你不害我，我会有今天吗？我告诉你，你想让我一个人背黑锅，那是做梦。咱们一起同归于尽。你疯了！你疯了！肖成和，你还是人吗？这是你的亲生儿子，你居然连他的命都不顾。到了生死攸关的时候，你还只想着你自己。我瞎了眼才看上了你。徐美凤，你疯了！要是没有我，哪有你的今天？吃我的，喝我的，花着我的钱，你算是个什么东西？你不过是我养的个玩意儿罢了。肖成和说完这番话，一抬头正好对上了江秀云以及身旁扶着他的江父、江母和江林4个人的目光。秀云，秀云，我错了，我刚才是胡说八道，只是为了救那个孩子，这都不是真的。肖成和，你休想不认账！谁都知道你是我肚子里孩子的父亲，不光我知道，我们村里所有人都知道。你在我们村里和我办过喜酒，都知道你是我徐美凤的丈夫。你现在想扔下我和孩子一走了之，我告诉你，做梦！肖成和，我们离婚。这句话像是炸雷一样，差一点没把肖成和炸晕过去。他现在不能离婚，他如果现在离婚，在所有人眼中，那他就是个下三滥，自己这辈子就完了。秀云，我错了，我真的错了，那就是无意之中犯的错。咱们那些年一直没有孩子，我爸妈着急了，才逼着我一定要一个孩子。我就是想着你既然不能生，生了这个孩子就抱到你膝下抚养，到时候就跟你亲生的一样。我从没想过和你离婚，秀云，我从没想过和你分开。秀云，我错了，我改，我以后一定会对你和孩子很好的。这个女人和孩子我不会承认的，求求你原谅我。肖成和，你就别在这里恶心我，是我逼着你和其他女人在一起的，是我逼着你和其他女人生了孩子的，居然妄图想把别人生的孩子塞到我这里，冒充我自己的亲生骨肉。肖成和，你就是个畜生。肖成和，离我姐远一点，要是再敢凑到我姐跟前来，我见你一次打你一次，你太不是东西了。江林转身就走，不由得嘴角勾起了得意。没有想到阴差阳错，李主任和徐美凤的操作反倒把这件事正式揭开。重回80，我靠着前世记忆揭穿了大姐夫在外面养女人的阴谋，没想到他们一家不打算放过我们家，直接上门来翻脸。接上集，江秀云在医院养了2天便回到了家。姐，接下来有一场硬仗要打，你得把身体养好。大林子，姐不跟你客气，要不是你的话，那个畜生恐怕得骗我一辈子。要不是你阴差阳错帮了你姐一把，你姐这辈子就是个笑话。江秀云知道出了今天这样的事情，她无论如何都要和肖成和离婚。江林转身出来到了旁边的屋子，江父江母坐在那里沉默无语。爸妈，你们要小心，这2天搞不好肖家的人会上门。肖成和现在是关键时期，肯定不会愿意离婚。肖家人要敢上门，老子把他们打出去，真当我们江家的人是死人啊！这画面实在是太精彩了，真想驱车到现场看看。说到车，我最近就在瓜子二手车上买了台比亚迪汉，只花了9万多。现在新车掉价快，上瓜子买二手特划算。年底瓜子有100亿补贴活动，5万多就能买奔驰、宝马、比亚迪。瓜子每台车都经过官方专业检测，可以试开3天。要是有旧车，还能放瓜子拍卖，买卖二手车上瓜子就对了。赶紧点开评论区看看吧。江林叹了口气，准确的说，肖家人还真不怕他们江家人。因为肖家人有干部，肖成和敢这么做的原因，就是因为自己的父母可以最大程度的给他提供帮助，提供保护。爹，你要做好准备，你这个村长可能做不了了。江父猛然一抬头，他这辈子就是个官迷，虽然没有啥大本事，也没啥文化知识，可是能当个村长，已经是他尽力争取来的。你的意思是，暂时这几天肯定不会有啥问题，可是我姐和肖成和闹得越厉害，
恐怕萧家人会越快动手。果然和江林预测的一样，江林第二天刚刚上学离开，萧家的父母就上门了，拎着大包小包鸡鸭鱼肉，身后跟着灰头土脸的萧成河。一家三口走进院子里，正好撞上了江母。你们干什么？一大早的就上我们家来找晦气，想好了要和我闺女离婚了吗？要离婚咱们现在就离。妈，我错了，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我不离婚，求求您让我见秀云一面吧。还想见我女儿？你是不是做梦啊？你干的那是人事儿吗？还想让我女儿给你养外面生的孩子，你良心是黑的。亲家母，别这样，咱们都是一家人，我们家这个混账东西犯的错，你打他骂他都行。可是秀云刚刚生了孩子，那孩子是无辜的，咱们总不能眼睁睁的看着这个家散了。我知道你们生气，你们怎么生气都行，都怪这个混账东西。可是秀云生了孩子，你总要让我见见他们母女俩。亲家母，我儿子只不过是犯了所有男人都会犯的错，你们打也打了，骂也骂了，这孩子也给你们认错了，差不多就得了。你闺女啥样情况你不知道，要是真跟我儿子离婚二婚的女人还带着个孩子，到时候到哪能找到像我儿子这么好的？8年没有生孩子，我儿子连个屁都没有放，搁在谁家能行啊？我们这婆婆公公做的已经够可以了，要怪也怪你闺女。再说了，现在还生了这么一个赔钱货，难怪我儿子要找其他人。这话一说完，萧成河脸色都变了，他就知道不能带他爹来。还没等萧成河圆场，就见到门帘子被掀开，一袋人影冲了进来。这一巴掌响亮的扇完，瞬间院子里所有人都意识到一件事：两家之间的姻亲算是彻底完了。这个男人只因自己家有钱有势，就想把外面私生子抱给妻子养，结果被重生而来的小舅子打脸，现在竟带着全家跑去丈母娘家讨说法。爹，我错了，您打我打得对。谁也没有想到，在这种情况之下，萧成河扑通一下就跪倒在地。亲家公，你这是要干啥？你凭什么打我儿子？你们家还有完没完？这事儿我们一家已经诚心诚意上门来认错，你们这是什么意思？非要把路走绝吗？你闺女生了一个丫头片子，连个儿子都没生出来，我们家都没有嫌弃她，你们家反而厉害上了。就算我儿子现在和她离婚，扭头我们家儿子就能抱一个孙子回来。怎么你以为我稀罕你家闺女啊？要不是我儿子哭着求着非要来，谁愿意上你们家门受你们家这个气？老三，你给我站起来！你看看你那个没骨气的样子，他们家敢打你？行，离这日子不过了。我看他们家闺女离了你，还能找到什么样的好人家？这画面实在是太精彩了，真想驱车到现场看看。说到车，我最近就在瓜子二手车上买了台比亚迪汉，只花了9万多。现在新车掉价快，上瓜子买二手特划算。年底瓜子也有100亿补贴活动，5万多就能买奔驰、宝马、比亚迪。瓜子每台车都经过官方专业检测，可以试开3天。要是有旧车，还能放瓜子拍卖，买卖二手车上瓜子就对了。赶紧点开评论区看看吧。这时江林正好推着自行车从门口走了进来，和萧家一家3口撞了个正着。没错，你们说的对，既然话都已经说到这个份上了，要离婚，咱们就当面锣对面鼓，把事情说清楚。怎么个离法？放心，我姐绝对不耽误你们去抱孙子。离就离，明天就把手续办了，我们家闺女才不受你这个气。好啊，有骨气，你们千万别后悔。离了我儿子，你闺女就是个乡下种地的，那死丫头我们也不要。看你闺女带着一个女儿能嫁给谁？跟你闺女离了，我儿子分分钟能娶一个黄花大闺女回来。行，既然咱们说到这份上，那就把离婚的事情说清楚。家里的财产、房子、存款全归我姐，包括刚出生的这个孩子。大林子，你应该知道离婚规定夫妻财产1人1半，你这么说未免太贪心了一点。要是这样的话，我不离。我和你姐夫妻一场，我也没亏待过你姐。家里的财产1人1半，房子那是我们烟酒富士公司的宿舍，没办法给你姐，孩子也不可能给你姐的。话里的得意让江志远怒火中烧，这个曾经在自己心目当中最值得炫耀的女婿，到了这一刻终于露出了他的真实嘴脸。凭什么？我闺女跟了你这么久，财产、房子、孩子，我们全都要，你净身出户。大林子爹，我家啥情况你又不是不清楚，真要打离婚官司，财产夫妻2个1人1半，而且我是在烟酒富士公司工作，论抚养孩子的条件，我比你姑娘强的不是一星半点。在这一点上，孩子的抚养权自然会归我，你们家打不赢我。萧成河，你如果不想净身出户，没关系，咱们可以慢慢打。你也是个文化人，应该知道孩子还在哺乳期，肯定会归我姐来抚养。不过我可以让你身败名裂，你不是想在唐酒富士公司升任经理吗？到时候你的工作都得丢了。你和别人搞破鞋，乱搞男女关系，还生出来一个私生子，这怎么也算是重婚罪了吧？重婚罪你知道后果的。对了，我还可以拿着这些证据跑到你们唐酒富士公司去找你们领导谈一谈。我就不相信人品如此低劣，乱搞男女作风问题的人还能在唐酒富士公司做经理。萧成河，既然你想跟我们家掰扯掰扯，光脚不怕穿鞋的，那咱们就走着瞧。江林上前直接把一家3口推到了门外，咣当一声把门插上。江志远刚想说话，却看到儿子把手指竖在嘴唇上做了个虚的动作，眼神朝门外瞟了一下。爹，您不用担心，
我姐现在是供销社的主任，刚升了职，而且还得到了市里的重视。他们萧家想要对付我姐，也得有那个本事。以为我们江家没有男人吗？哪怕我江林豁出去不要我这条命，我也得给我姐要一个公道。爹，你放心，我已经把所有的证据都整理成了材料，到时候我写他个20份，每个部门递1份。萧成河在外面搞破鞋，居然还想顺顺当当的离婚，他是做梦。江志远一下子明白过来，儿子这番话显然是说给萧家人听的。大林子，你别怕，虽然咱家男丁只有你一个，可是你爹当初也算是家里人丁兴旺，你大伯、你叔叔他们都能给撑腰，咱村里姓林的人家有300多号。到时候我到组里喊一声，他们绝对不会袖手旁观。到时候你去县里的时候，我让他们300多号人都拖家带口跟着你一块去，咱就堵在唐九富实公司的门口，他们公司领导敢包庇他，咱就去市里，总会有人处理这事儿的。果然父子俩的这番话说完，门上就传来了敲门声。亲家公，你开门，咱们有啥事儿好好商量，这事儿不是不能商量。爹，就算是要离婚，你也让我见一次秀云。无论如何，有些话必须我和秀云说清楚。你还想见我闺女？你还嫌祸害我闺女不够，是不是？爹，这件事当然得萧成河和我姐说清楚。萧成河，你可以跟我姐见面，不过必须有我在场。万一你做出什么冲动的举动，伤害了我姐和孩子，那就得不偿失了。好，秀云，自从你生了孩子，我都没见过孩子呢，让我见见孩子吧。萧成河，何必呢？你心里又始终没有这个孩子，你惦记的不就是徐美凤的那个儿子吗？现在你有儿子，可以光明正大的把你的小情人娶回家，跟我纠缠什么？秀云，我真没有那样想过，就是有一次喝醉酒犯了那一次错，可是后来徐美凤来找我，她已经大着肚子，你说我也不能眼睁睁的看着她去把孩子打了，那是一条生命，我实在不忍心，我才会想出这么个主意，以后咱们俩好好过日子，我绝对和她断得一干二净，我只求你给我一个机会。秀云，难道你想孩子一出生就没有父亲吗？我真的知错了，我保证以后再也不会犯这样的错。江林有点紧张的盯着姐姐，没办法，这年头是不会轻易离婚的，很多夫妻就这样凑合着一辈子。萧成河，你不想和我离婚，不是因为你有多喜欢我这个人，你有多爱咱们的女儿，你只是现在正在升职的关键，你怕因为离婚影响了你成为唐九公司经理。秀云，我不是。别说了，萧成河你这个人一向利益至上，这么多年虚与委蛇的和我在一起，你不就是想要一个儿子吗？离婚吧，咱们家的财产就我手里拿的这个8000块钱存折，这8000全部都是我的。你那个宿舍的房子我也不分了，女儿的抚养权归我。从此以后我们桥归桥，路归路。如果你不想离婚，那也行，等我出了月子，我抱着孩子去找领导，你自己看着办，要不要离婚随你。我不想把路走绝，可是你要是非逼我的话，我也不介意一拍两散。江林嘴角扬了起来，果然大姐始终就是大姐。现在的江秀云还不是那个被生活和她的那个假儿子磨得棱角全无的大姐。第二天江志远就给大姐开了离婚介绍信，这会儿离婚不一定需要本人去，拿着介绍信直接到乡里面去把离婚证领了。江秀云的所有东西已经从萧家的房子里拿了出来，去的时候是江林带着自己的大伯和二叔，找了组里的10几个林家壮劳力一块去的，全都搬了个干干净净。萧成河看着空空荡荡的屋子，愤怒的一脚把板凳踢倒在地。离婚就离婚，只要给自己时间，3个月之后他会要江家的人好的。第二天，江林骑着自行车刚到学校，就被人堵在了车棚里。江林，有话快说，有屁快放，我还有事呢，没时间跟你磨叽。江林，你怎么现在变成这个样子？我只不过叫着你跟我说2句话，你就这么不耐烦？我就是这样子，是你把我叫住的，我可没想跟你说话。看你这副样子，显然是来找事儿的，那趁早滚远一点，我没话跟你说。江林，你别走，你听我说，听我把话说完。你有啥话赶紧说。江林，为什么你变了？你以前对我不是这个样子，我们不能变回以前吗？变回以前，是你脑子进水还是我脑子进水？以前有我捧着你，对你千依百顺，有我用我们家里的钱供着你好吃好喝，在学校里当你的校花，当你10里8寸的村花，你还不把我放在眼里？老子是有多贱呀，非要把自己卑微到那个地步？你以为你是谁？江林听了这话都冷笑出声，眼前的唐月让自己感到不耻。这画面真是太精彩了，真想驱车去现场看看，所以我在瓜子二手车上买了台比亚迪汉，只花了9万多，现在新车掉价快，上瓜子买二手特划算，年底瓜子有100亿补贴活动，5万多就能买奔驰、宝马、比亚迪。瓜子每台车都经过官方专业检测，可以试开3天，要是有旧车，还能放瓜子拍卖，买卖二手车，上瓜子就对了，赶紧点开评论区看看吧。江林，你怎么能这么说我呢？所有那些付出都是你自己愿意的，我没有逼着你做那些事。是啊，你的确没有逼我，既然是自愿的，以前我自愿对你付出，无怨无悔，不求回报。可是现在我不乐意了，我不是傻子，我现在不高兴对你付出，所以你来找我干什么？没钱吃饭了，饿肚子了，还是你那心心念念的青梅竹马顾行之也快饿死了，所以你不得不拉下脸来找我，这个你瞧不起的冤大头。江林，你别这么说，我们开诚布公的谈一谈，你不就是想和我搞对象吗？
你用这种手段逼迫我和你谈恋爱，你觉得你难道不可耻、不卑鄙吗？不就是你有2个臭钱？好，我答应和你谈恋爱还不行吗？唐月，你这一副高高在上的嘴脸，你以为是我求着要和你谈恋爱？以前我喜欢你，可是现在我瞧不上你了，你就是白送我都不要。江林听到唐月这话的时候，为上辈子的自己感到悲哀。他上辈子怎么会看上这么一个女人？果然恋爱脑的人眼睛都是瞎的。江林，你别过分，我已经低声下气的答应你的要求，你还想怎么样？我说的还不够明白吗？唐月，我对你没意思，你这样的女人我瞧不上。你自己看看你全身上下哪一点值得我看得上你？我告诉你，哪怕全世界的女人都死光了，就剩下你唐月一个，我也不会娶你。大林子有出息啊！得了，在那里看了半天笑话，看够了吧？现在赶紧回学校，马上要上课了，一会儿迟到要罚站呢。一群人闹哄哄的回到了教室，而唐月过了10分钟以后，红着眼睛也回到了教室。课间操的时候，唐月红着眼睛找到了顾行之。月月，怎么了？是不是谁欺负你了？他现在唯一能抓住的只有唐月，如果没有唐月，自己以后的饭钱该怎么办？他几次3番让自己的哥们儿给唐月传递信息，就是要让唐月主动自发的去找江林。毕竟唐月离了江林也没有那个能力来帮助自己。最后多说一句，快过年了，开车回家有面子，赶紧上瓜子选车吧。行之，你别问了，没人欺负我。唐月觉得羞愧，自己帮不了顾行之，看着顾行之最近2个月都瘦多了，你就别瞒我了，是不是那个江林欺负你了？他还是不是个男人？我听说你早上去找他了，你找他干什么？作为一个男人，他自然知道江林生气的点在哪里。他需要的是唐月老老实实的去维护他和江林之间的关系。他上大学之后的学费以及生活费，如果没有江林帮忙，自己靠谁？我只找他谈一谈，你别误会，我心里只有你一个人。我是看到你最近都饿瘦了，我有点不忍心，就想找江林借点钱。月月，江林给你气瘦了吧？我一个大男人怎么能让你受他的气？我宁愿饿死也不愿意你为了我去对着他低声下气。你不要去了，我宁肯不上这个学，我回家去种地，我也不想你为难。你不能这样，你学习成绩那么好，你那么有才华的一个人，怎么能不上学呢？你如果高考一定可以考上好的大学，你将来是前途无量的，绝对不能因为这个耽误。行之，你别管这件事，我想办法，你只要安心学习，我为你做什么都是我愿意的。我只求你心里永远记得我，我们做不做夫妻都无所谓。月月，你怎么能这么说呢？我是想和你长相厮守，我不允许你做什么违背自己心意的事情。行之，你还有大好的未来，你听我说，我只要哄着他，把咱俩的大学都供出来，将来我们才会有好前途。江林现在只是跟我闹脾气，你别管了，这件事我会想办法解决的。我只要你安心的读书。月月，可是我不忍心，是个男人都不会看着自己心爱的女人为了自己去讨好其他的男人。行之，小不忍则乱大谋，你是将来要做大事的人，在这种事情上不要拘于小节。你放心，我不会让那个江林占便宜的。江林那个人我知道，其实他脑子笨，只要给他说点好听话，他什么都听我的。我想过了，他现在这么硬气，不就是觉得我占了他便宜？这2天我想办法，一定会让他老老实实的重新对我好。月月，可是这样太委屈你了，我于心不忍。我作为一个男人，怎么能看着自己心爱的女人为自己牺牲这么多？行之，只要你不变心，只要我们2个人心连着心，我们未来的路一定会走好的。好吧，我听你的，你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我。如果我嫌弃你，那我还是人吗？行之，你放心，我一定会为我们的未来努力的。躲在墙根的陈江山气得咬牙切齿，正要冲出去，被江林一把死死地扯住了袖子。眼看着那2人在上课铃声响起的时候往教室走去，江林才拉着陈江山往教室走。你刚才怎么不让我冲出去？那一对狗男女居然打着这样的心思，太不是玩意儿了！怎么心能这么脏呢？这不就是拿你当垫脚石吗？他们把你欺负成这样，你居然不吭声？我不是不吭声，吭声又能怎么样？你现在跳出去，人家完全可以不承认。他们说过什么？谁知道？有人作证吗？那就这样放过这对狗男女，老子气得现在胸口疼。当然不能，你别着急，山人自有妙计。大林子，我怎么听着你这话像是妇人之仁？你不会还在惦记那个唐月吧？你瞅瞅世上最毒妇人心，唐月这个女人长得挺漂亮，心如蛇蝎，这不是明摆了拿你当大冤种？我骗你干啥呀？我保证尽快把这个事情解决，但是肯定不是现在。你呀，把这件事给我咽到肚子里。江林当然知道唐月下一步就该给自己制造一个酒后乱性的机会，到时候捏着这个把柄，才能让江林死心塌地的为唐月奉献。既然唐月自己要作死，就别怪自己不客气。这个男人前脚刚离婚，后脚就迫不及待的让小情人搬到自己家里住，接上急。女婿啊，你可不能不管呀！我们家就这么一个独苗，他要是坐了牢，那就死定了。女婿，求求你赶紧找人把我们家宝国救出来吧！行了，爸妈，你们能不能声音小点？美凤到底是怎么回事？听到小舅子出了事儿，他总有一种不好的预感。小舅子可是从自己这里拿走了1万块钱呢，千万不要是这笔钱出事儿了。老肖，宝国被派出所抓起来了，说是他涉嫌走私。
女婿，你可千万不能有事啊！你要是有事，谁去把保国救出来呀？隔天，肖成和在派出所了解了事情的原委，知道自己彻底完了，账面上已经亏空了2万块钱的窟窿。本来以为小舅子这一次的生意10拿9稳，可以帮着自己把这窟窿堵上，谁知道小舅子被人家一锅端了。同时，江林给市里面打了举报电话，毕竟这件事可是他设好的局。肖成和还真以为江家拿他没有办法呢。江林从开始安排姐姐离婚的时候就已经做好了打算。肖成和跟那个徐美凤上辈子把姐姐害得有多惨，这辈子他们拿命填都填不上。江林一回学校就被陈江山一脸八卦的拉住了。你还知道回来呀？你去城里干啥了？能干啥呀？办点啥？你不知道这2天那个唐月日子可不好过。你不在的这2天，唐月他娘都到你家去堵了你2回，叫你娘给骂跑了。这是咋回事？咱村里已经开始秋收了，你想想唐母找你啥事儿？江林瞬间了然，今年可没有人给唐家干白工，平日里唐家人那几亩地全靠自己带着自己几个发小去给唐家人秋收。今年他和唐月闹掰，想也知道唐家人急眼了。你可真行，这一次没有吃回头草，不然老子可真瞧不起你。行啊，赶紧老老实实上课。而唐月放学回到家里，还没等走进院门，就听到父母正在说话。月到底是咋回事？我瞅着那大林子有一段时间没到咱家来，平日里总是会拎着好烟好酒上门，甚至隔3差5会给咱家拎2斤肉。唐父馋肉了，自从女儿和大林子走得近以后，他们家可没少占村长的便宜。你说那个杀千刀的女子，要是好好的哄住了大林子，咱家啥好事儿能沾不上？你不知道我前天去找村长，想申请今年的困难补助，你猜咋的？人家村长直接告诉我，今年没咱家的名额，那困难补助1年可是给80块钱呢，这好端端的咱家就没了。听到这话，唐月不由得缩回了脚，不敢走进去。这咋能没了呢？那80块钱可不是个小钱，到底月咋回事？不会是真跟大林子闹掰了吧？我看那个样子不像是啥好事。你瞅一瞅那大林子都多长时间没来咱家？今天他回来，我就得让他去找大林子，要是不跟大林子和好，老娘就200块钱彩礼，直接把他嫁到隔壁村的杀猪刘家。他们家早就托媒人来说了，想花200块钱彩礼把月娶过去，硬是被我给顶住了。唐月要是不知好歹，那就早点嫁出去，好给老大他们办婚事。200块钱是不少，要是能嫁给大林子就好了，嫁到村长家又不离村，离着近还能帮衬家里。那是当然，她如果嫁给江林的话，肯定能继续上学，那嫁给杀猪刘家，人家还能供她上学啊。她要是上了学以后有了个铁饭碗，肯定能帮衬上家里，还不怪这个死丫头。但凡她有点本事，也不会哄不住江林，天天高傲的像是个孔雀一样，也不看看自己是啥家庭啥环境。实在不行，咱想法子让他和江林生米煮成熟饭，只要他肚子里揣上了江家的孩子，难不成江村长还能不管？他要是不管，咱们就去搞他家大林子。这句话犹如闪电一样劈进了唐月的心里。上一次没人来说清，那家大儿子就在门外探头探脑，长得又高又壮，就像是个野人一样，满脸的络腮胡子，那一双眼睛像是绿豆一样盯着自己，闪着色迷迷的光，还流着哈喇子。当时没把他恶心坏，可是父母现在已经打定了主意，如果他和江林关系还没有变化的话，父母是真能做出这种事情。唐月转身朝学校里走去，他得去找顾行之。月，刚才你不是已经走了吗？怎么又回来了？难道想我了？两人很自觉地走到了学校后面的小树林，唐月不由自主地投入了顾行之的怀里，紧紧地抱住了他。行之，我该怎么办？我妈要把我嫁到隔壁村杀猪刘家里。顾行之吓了一跳，急忙一把推开他。怎么回事？你妈为什么好端端的要把你嫁出去？还不就是因为江林？江林现在不理我，我妈没法子，准备拿我去换钱，不想让我上学了。我嫁出去就能花200块钱彩礼，行之，我到底该怎么办？月，都是我没本事，我是真的想和你在一起，我想带着你离开。行之，我跟你走，只要能跟你在一起，哪怕是吃糠咽菜，我也甘之若饴。月，难道一点办法都没有？你去找江林不行吗？那杀猪刘家可不是什么好人家，我听说名声很不好，父子几个在村里不是撩逗小寡妇，就是对大姑娘动手动脚。行之，接下来我要做的事情你可能会很伤心，可是你要相信我是爱你的，无论我做了什么，我的身和心都是你的。唐月把自己的计划说了，顾行之听了眼神闪了闪，内心充满了不甘心。这是自己喜爱了很久的姑娘，唐月又长得这么漂亮，就这样便宜了江林。月，我舍不得你。两人犹如一对苦命鸳鸯一样抱在一起，啃在一起。顾行之觉得不能便宜了江林，唐月觉得不能委屈了自己心爱的男人。两人是一拍即合，立刻滚倒在树林里的草堆里，干柴烈火一点就着。就在两人天为被，地为席，正进行的激烈的时候，结果就听到一声尖叫。很多宝子都在问我这本小说在哪看，我来教大家一下。首先点击左下角下载悟空浏览器，然后在浏览器首页搜索江林快跑4个字，出来第一本书就是了，全文免费。后续制作需要时间，等不及的宝子可以放心冲。
这也是对博主和原作者最好的支持。快去看小说原文吧。月月，我舍不得你。两人犹如一对苦命鸳鸯一样抱在一起，啃在一起。顾行之觉得不能便宜了江陵，唐月觉得不能委屈了自己心爱的男人。两人是一拍即合，立刻滚倒在树林里的草堆里，干柴烈火一点就着。就在两人天为被，地为席，正进行的激烈的时候，结果就听到一声尖叫。你们不要脸！这一嗓子尖叫可把俩人吓坏了，想扯衣服挡住，可是那会儿过于激动，衣服早就不知道被扔哪里去了。其实江陵最近一直关注着唐月，他知道唐月最近肯定要栽赃自己，所以最好的手段就是盯着对方。他怀疑当年自己被设计就是这一对狗男女干的好事儿。江山，你去跟着唐月，有什么情况及时来通知我。我跟着他干嘛？让你去就赶紧去，别废话。陈江山最终还是不情不愿地跟着唐月，没成想居然看到了唐月和顾行之在小树林里抱在一起。他立刻跑到学校拉着江陵去看这么一出大戏。恐怕这对狗男女要干什么丢人现眼的事儿。这年头一男一女搞对象都不能搂在一起，要知道被人看见，这就是乱搞男女关系。这可是85年民风淳朴，可没有那么开放。而且这个年头因为严打的关系，乱搞男女关系，严重的情况之下可是会吃花生米的。唐月这是要把这事赖在我的头上，如果当着众人的面赖在自己头上，说她怀了自己的孩子，那真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这年头可没有 DNA 技术，自己就算是长100张嘴都没用。江陵决定破釜沉舟，彻底揭开唐月的阴谋。正好在校门口看到了离他们村子不远的2个女生。同学，天黑了，你们2个女生这么回去不安全，上车我送你们回去。江山还有李旺财，你们几个也把女生都带上，免得万一出点危险咋办？这会儿学校差不多已经没人，就剩下他们这几个人。果然几个女生看到江陵这么一说，非常感激的答应了。陈江山一见江陵这做派，立刻明白过来，这小子肯定是动了点歪心思。学校前门那边刚才有个土坑，咱们绕一下，从后门走吧，从小树林那边走。虽然那是小路，可是咱们今天人多。众人一听立刻点头，从小路走的话的确近，今天人多倒是没那么害怕。一群人骑着自行车正好骑到了小树林边上，陈江山突然刹住了车。不行了，我尿急，先让我上个厕所。正好几个女生也想解决一下个人问题，紧接着就是一个女生看到了顾行之和唐月的这一出激情表演，一个失声尖叫，众人跑来围观，10几个学生就看到了这一幕精彩的画面。唐月、顾行之，你们2个可真不要脸，大晚上的跑到这里干这种不要脸的事儿。几个女生中气不足的骂了一句，转身就跑。她们毕竟是女孩子，脸皮薄。几个男生还想留下围观，结果江陵和陈江山急忙喊着：“快走快走，你们也不怕看了长鸡眼。”唐月一下子瘫软在草地上，完了，这回被同学们围观，所有的计划都得泡汤。最重要的是丢人啊！现在名声算是彻底坏了。顾行之也吓坏了，他正在上头的时候，结果没想到被人一嗓子尖叫，瞬间天塌。唐月一进家门就狠狠地挨了一个耳光，一下子被抽倒在地。你个不要脸的小贱人，这种伤风败俗的事情你也能做出来？你要是干这种不要脸的事儿，你别被人看见呀！你知不知道现在全村都传遍了，说我们唐家的女儿不要脸，你说你还让家里人活不活？你知不知道刚才隔壁吴婶子跑过来跟妈说的时候，那阴阳怪气，就差指着妈的鼻子说我们唐家的人一家子不要脸。你说你干出这种事情，你找一个没人看见的地方，现在可倒好，我这马上要说婚事了，哪个女人还敢嫁到咱家来？妈，他根本没有去找江陵，还跟那个穷的叮当响的姓顾的小子滚到一起，这不是明晃晃的打人家村长家的脸，江陵这辈子都不可能瞅上你这么一个破鞋。娘，你有本事你今天就打死我，不然我就要嫁给顾行之。你还想嫁给那个姓顾的？那姓顾的家多穷，你又不是不知道。怎么我生了你，就是为了让你去别人家当牛做马，放着好好的村长家里不嫁，你非要看上那个姓顾的。现在可倒好，竹篮打水一场空，老娘打死你算了。当天夜里，唐月正躺着，突然听到窗子上传来了石头砸在上面的声音。唐月打开窗户，果然看到了顾行之趴在自家后院的墙上。月月跟我走吧，你要是不嫁给我，你娘肯定要卖你。顾行之想着只要把唐月弄到自己家去，就算是做实了这件事，再让自己母亲跟街坊邻居说点闲话，到时候唐家就算不认这件事也没招了。事情发展到这一步，他必须为自己考虑，没有唐月谁来管自己吃饭，谁来供自己上学？这样肯定不行。行之，你先回去吧，我完了跟我妈闹绝食，她肯定会同意我嫁给你的。今天我让我妈上你家提亲，你妈不同意。我跟你说，如果过了今天晚上这件事不解决，明天咱们俩都得被学校开除。你难道不想嫁给我吗？既然事情已经发展到这一步，你不是说跟着我吃糠咽菜你也愿意，那现在就赶紧跟我走。好你个王八蛋，大半夜的你翻墙进来鼓动我女儿跟你走，你想干啥？你还是不是个人？唐母一棍子砸在顾行之的后背上，顾行之急忙跳墙逃走。老大，去把你妹妹窗子给我钉死！我告诉你，你想跟人跑没门儿，这件事由不了你做主。大哥，你别这样，我不跑，我真不跑。你不跑，咱娘让我定的，你有什么话你跟咱娘说，你跟我说不着。
娘把你养到这么大，你现在想跟这个野男人跑了，你说你让我说你什么好？真是把你养成了个白眼狼。你一直打他也不是个事儿，夜长梦多。我瞅着那姓顾的小子不是个啥好东西，恐怕不会死心。万一真的偷着带唐月走了，那可咋办？顾家是啥情况他们都知道，唐父唐母是绝对不会同意女儿嫁到顾家去。不行，咱们得连夜办。这样我去找王媒婆，让她赶紧去找杀猪刘家，连夜把这亲事定了。这闺女留不得了，趁着现在还没有把事情闹大，流言还没传出去，赶紧把她嫁了。好歹她长着那张脸，反正刘家看上的就是她那张脸，那可是200块钱，绝对不能让打了水漂。第二天，江林和陈江山两人看到唐月的座位上没有人，心领神会的一笑。他现在终于可以安安心心的读书，不然的话，有这个定时炸弹在自己跟前，迟早有一天得爆炸。顾行之忍了1个礼拜，唐月还是没有来上课。唐月以后不来上学的话，自己怎么办？等他从学校回来的时候，只看到母亲一脸绝望的说道：“完了，儿子，那个唐月嫁出去了。”什么时候的事？就是今天的事。隔壁杀猪刘家敲锣打鼓的来把人接走了，听说给了300块钱彩礼，又给了1台缝纫机和1个收音机。唐月同意嫁过去吗？同不同意，反正唐月和刘家的老大领了结婚证，这是板上钉钉的事情。唐母还故意拿出结婚证让所有人看，让那些指3道4的人闭上了嘴。顾行之心乱如麻，他想跑出去被顾母死死的拉住。你别胡闹，那杀猪刘家可不是开玩笑的，人家3个儿子在村里那可是一霸，你现在跑过去，你想找死吗？可是唐月走了。顾行之没有说出的是自己该怎么办。没有了唐月，家里根本供不起自己。宝子们，由于后续制作需要一点时间，一时半会儿做不出来，我已经把后面的剧情放在左下角，大家可以下载左下角的悟空浏览器，然后搜索江林快跑，免费观看后续，大家赶紧去看吧，千万不要搜错哦！感谢大家的支持了。唐月出嫁的事情在村子里没溅起一点水花，人们习以为常，尤其像唐月这种已经坏了名声的，嫁到别的村子是唯一的出路。而江林没有了唐月这个定时炸弹，终于能腾出手来，好好想想怎么赚钱的事儿了。自打重生归来，一直在解决各种前世悔不当初的事情。想着这些，江林回到了家。江林没有了唐月这个定时炸弹，终于能腾出手来，好好想想怎么赚钱的事儿了。自打重生归来，一直在解决各种前世悔不当初的事情。想着这些，江林回到了家。爹，你咋了？怎么愁眉苦脸的？大林子，爹遇到难事了，你给爹出出主意。爹，是不是最近修建养猪场遇到困难了？你咋知道？您最近忙的不就是养猪场的事儿？想也知道，肯定跟养猪场有啥关系？是资金不到位，还是大家伙不同意？是大伙不同意。现在林林总总下来同意的只有20-30户人家，这钱就算是集中到一起，一共才只有120块钱，这咋盖养猪场啊？爹，既然大伙不同意，要不然咱们改个路子。改个路子？啥路子？爹，既然大家不同意，如果用大家的钱建起养猪场的话，恐怕到最后反而是埋怨居多。干脆这样，这养猪场咱自家建。啥？咱自家建？你开啥玩笑呀？全村建的话，大家担风险，而且咱家哪拿得出那么多钱呀？爹，你也知道养猪场120块钱建不起来，让村里人拿这个钱，大家肯定都不乐意。如果不乐意的话，这事儿肯定要黄。既然是这样，您作为村长，作为村里的带头人，您就以身作则呗。咱家先开养猪场，如果咱家的养猪场开得好，挣了钱，大家伙儿看在眼里，自然会跟风。你开啥玩笑呀？这养猪你爹又不精通，而且建一个养猪场，那可不是180块钱，那得大几千块钱砸进去。咱家哪有那个钱呀？而且万一赔了呢？全村的人跟您的想法都一样，您儿子已经跟您说过了，养猪场有我呢，您放心，我给您保证养猪场绝对赚钱，但是必须按照我的办法来。按照你的方法来？你一个毛头小子连猪都没养过，你懂啥呀？爹，我没养过猪，可是你儿子是文化人呀，书上把如何养猪可是说得清清楚楚。而且这一次养猪，我也不是养咱们村子里的这种土猪，我要养的是刚刚引进的大白猪。我就知道我不应该问你，问你那也是白搭。你一个黄毛小子毛都没长齐，你养猪，那咱家指定得赔得倾家荡产。再说咱家哪来那么些钱？爹，我支持大林子，既然弟弟这么说，我想他肯定有这个把握。我自己弟弟我清楚，大林子不是那种胡说八道吹牛的人。你这孩子你还坐月子呢，你咋还下地啊？爹，这大夏天的能着啥风啊？大林子说的这养猪场我倒是觉得行。你觉得行？你觉得行有啥用啊？这养猪场得花大几千块钱，咱家啥情况你们不清楚啊？爹，你忘了我有钱，我刚离婚，手头上还有8000块钱呢。你胡说八道啥呀？这是你和孩子以后的根本，你现在把这钱用来开养猪场，万一赔了，你和孩子以后吃啥呀？爹，我还有供销社的工作，好歹我也是个主任，一个月也能拿70-80块钱。放心，我养孩子还是没啥问题的。我弟弟既然说这事儿有门儿，我就支持他。江林心里一暖，
自家几个姐姐对自己那是没得说，用后世的话来说，那就是妥妥的伏地魔。姐呀，我不会辜负你的信任。仿佛冥冥中有天意，姐姐离婚拿到的这笔钱却被用来给自己做第一桶金。你姐信任你，我不信任你。这可是8000块钱，打了水漂算谁的？我跟你说，我虽然重男轻女，可是我不祸害自家闺女。爹，这钱我也不白拿，我给我姐打借条，如果这一次赔了，算我借我姐的，以后我挣钱换。大林子，你在那里瞎说啥？赔了就赔了，要不是你的话，这8000块钱我怎么能拿到？所以无论如何，这笔钱给你用，我都觉得心里舒坦。爹，到了这会儿您还没看出来吗？大林子以前不吭气，不代表这孩子心里没数，我信大林子。你这个倒霉闺女，我这是为了谁啊？全村都说咱们家重男轻女，对几个闺女从来没当回事儿。我现在是为了你和孩子的将来，你反倒还埋怨我。粉丝总催更新，为了能快点回家剪辑视频，我最近就在瓜子二手车上买了台比亚迪汉，只花了9万多。现在新车掉价快，上瓜子买二手特划算。年底瓜子有100亿补贴活动，5万多就能买奔驰、宝马、比亚迪。瓜子每台车都经过官方专业检测，可以试开3天。要是有旧车，还能放瓜子拍卖。买卖二手车上瓜子就对了，赶紧点开评论区看看吧。大林子要是把你这笔钱赔得一分钱不剩，我告诉你，来找我和你娘哭也没用。行了行了，他们姐弟俩人的事儿跟你有啥关系啊？你在这里成天捣乱，走走走，跟我回屋去。再说了，我们家大林子可没你说的那样。你就护着他吧，我跟你说，这可是一件大事。大林子从来没养过猪，你就凭他书上看的那点东西，你就信他？人家县里那么多畜牧站的畜牧员，难道不比大林子强？你现在啥都听他的，到时候你们娘几个哭去吧。爹，这养猪场我肯定是要开的。大林子放心大胆的干，反正这8000块钱姐也没放在心上，就当姐资助你的。江秀云是认真的，自己现在是供销社的主任，就靠自己的工资，别说养活一个孩子，就是养活他们一家都没啥问题。姐，你别这么说，这8000块钱，我就算你入股的，我用技术入股，你用资金入股，到时候年底咱俩对半分。江林决定把话说清楚，亲兄弟也得明算账，更何况这是自己亲姐姐，是上辈子亏欠过的姐姐。啥入股不入股的，你这孩子这钱就当姐姐给你的。不行，姐，你要是不入股的话，那我就不要了。行行行，你说入股就入股，这总行了吧？江林这2天把盖猪圈的预算大致的估了出来，就准备去隔壁村子找自己二姐。二姐夫在隔壁村是泥瓦匠，自家的猪圈还是得找自家人来盖。第2天，江林请了1天假，就骑着自行车直奔二姐家去。等他好不容易来到二姐家门口，正准备推门进去，就听到院子里传来了骂声：“你个不下蛋的母鸡，你们老江家就没有生儿子的命？我儿子娶了你，算是倒了没？”快过年了，开车回家有面子，别忘了上瓜子看看。这个小伙重生到80年代，就遇到自己亲姐姐被恶婆婆折磨。接上集，你个不下蛋的母鸡，你们老江家就没有生儿子的命？我儿子娶了你，算是倒了没？你看看你嫁给我儿子这几年就生了这么一个赔钱货，你再看看你那个大姐，都嫁过去7、8年都没个动静。你们老江家上辈子不知道做了啥缺德事儿。娘，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你没给我们家老二生了儿子，难道我说错了？我跟你说，就你这不下蛋的母鸡，搁在古时候那早就已经把你休回娘家。你现在能跟我儿子在这里过日子，你已经算是运气好。你还敢撺掇着我儿子跟我们分家？你做梦！我们家老二那么听话的一个人，自从娶了你，一天天的胳膊肘往外拐。院门被人一脚给踹开了，这一声巨响把院里的2个人都吓了一跳。你是谁呀？你为啥进我们家院子？大林子，你咋来了？听到江秀丽这么一说，老妇人立刻反应过来，这是江秀丽那个唯一的弟弟，听说就是个3棍子打不出一个屁的窝囊废。这是咋了？家里日子又过不下去，又跑到你姐夫这里来打秋风。我告诉你，江秀丽，你要是敢把我儿子的钱拿回娘家的话，仔细老娘扒了你的皮。江秀丽急忙拉了弟弟跑到了他们住的平房里。江林进屋就看到3岁的妞妞正一个人坐在炕上。大林子是不是家里出啥事儿了？好端端的你怎么来了？没啥事儿，姐夫呢？我来找姐夫有点事儿。江林说着就把自己手上的纸包兑到了姐姐手里。这是啥呀？你咋来姐姐家还带东西呀？你说你这孩子，你姐夫今天去隔壁村给人家盖房子了，今天最后一天，估计中午就能赶回来。江秀丽一边数落弟弟，一边心里一暖，这是第一次自己娘家弟弟上门来还没空手来。打开纸包看到那条腊肉的时候，眼泪差一点落下来。这年头谁家没事吃肉啊？能拿着腊肉上门，那就是自家兄弟给自己长脸。姐，每一次都是你给咱家拿东西，你说我来找姐夫，哪能空手来啊？这一次就换弟弟拿东西上你家来做客。姐，那个老妖婆平常也这么骂你吗？江林刚才是忍着怒气没动手，正常情况之下他可以上去直接把这老太婆对一顿，可现实生活不是爽文，他对完了开心走了。给姐姐遗留的问题需要姐姐用无数的忍辱负重来抚平，他要先弄清楚姐姐的日子到底是咋回事，才能决定他后续怎么来做。我婆婆这人心直口快，也怪我到底没生了个儿子。姐，
生儿生女由不了你，是男人才能决定的。哎，别提这事儿了。你这次来找你姐夫啥事儿啊？姐，我准备开养猪场，这不是想盖猪圈，找我姐夫找一些人过去给我帮忙。哦，这事儿啊，行，你姐夫中午肯定回来。对了，咱家啥时候要开养猪场啊？再说你不是上学吗？那开养猪场咱爹能同意？姐，你就别管了，我上学也一样能开养猪场。妞妞看到屋子里的陌生男人，一脸惊恐地缩在床角。显然妞妞平日里不怎么见外人，看到人生的很。妞妞，我是舅舅，到舅舅这里来。妞妞听了这话，并没有靠在前面，反而是又往后缩了缩。江秀丽看到女儿的模样，眼眶一下子就红了。大林子，你别怪妞妞，孩子认生。最近我要下地干活，老把孩子锁在家里，要不然就被隔房的哥哥弟弟打。江林看着这样的妞妞，心里的怒火越积越盛。姐夫到底是干什么的？就这么不作为，眼瞅着自己妻子女儿受欺负，连声儿也不吭。妞妞这里有大白兔奶糖，快到舅舅这里来。小丫头怯生生地看着她手里的大白兔奶糖，眼神里分明有了渴望。最终江林连哄带骗，终于把软软娇娇的小丫头搂在了自己怀里。妞妞，看到没有？这个糖纸上画了一只又白又胖的小兔子，这个糖就叫大白兔奶糖。江林把那颗奶糖塞到她嘴里，小丫头尝到甜甜的味道，立刻咧开小嘴笑了。舅，糖好甜。那软软的小奶音把江林的心都融化了，任谁都无法抵抗这么软萌的小丫头。粉丝总催更新，为了能快点回家剪辑视频，我最近就在瓜子二手车上买了台比亚迪汉，只花了9万多。现在新车掉价快，上瓜子买二手特划算。年底瓜子有100亿补贴活动，5万多就能买奔驰、宝马、比亚迪。瓜子每台车都经过官方专业检测，可以试开3天。要是有旧车，还能放瓜子拍卖。买卖二手车上瓜子就对了，赶紧点开评论区看看吧。甜吧，你吃，舅舅下次还给你带。大概是因为大白兔收服人心的作用太大，小丫头欢喜地发出了咯咯的笑声。不过这个声音立刻引来了隔壁老太太的怒吼：笑什么笑？有什么好笑的？妞妞，咱不笑了，声音小一点，被奶奶听到该不高兴了。江林没想到姐姐和外甥女儿居然过的是这日子，她倒要看看姐夫回来到底如何的不作为。老二家的你还磨磨蹭蹭的干啥呀？马上快晌午饭了，还不赶紧做饭？怎么还等我3请4请你呀？地里的人都该回来了，就你一个人在家里享福，你别不知好歹。娘，我这就去做饭，先把水缸打满。你看你就跟个死人一样，连点眼色都没有。我说一下你才动一下，嫁到家里这么多年，连点眼色都没有，要你有什么用？生孩子你生不出来一个大胖小子，连干点活儿也得动不动我来说。江秀丽眼眶一红，当着弟弟的面儿，婆婆是一点面子都没给自己，急忙去拿扁担。姐，我去打水。那哪行呢？你打不了水的，在咱家你没干过这么重的活，来到这里哪轮得着你干？姐能打水，你在家里和妞妞玩。姐呀，我长大了，打个水有啥呀？你听我的。张母看到江林拿着扁担挑着水桶走了，才冷笑一声。这个娘家的弟弟果然3棍子打不出一个屁，看到自己姐姐受欺负，连个屁都不放。刚才还一直担心这娘家弟弟和自己翻脸，现在瞅着也是个好拿捏的。快过年了，开车回家有面子，别忘了上瓜子看看。重生回到80年代，我遇到了窝囊废二姐夫，于是想尽办法花光了他兜里的所有钱。接上集，江林挑着打满水的水桶，就碰到了刚好回村的姐夫张有才。姐夫，我是大林子啊，姐夫。张有才猛然一下反应过来，这是自己小舅子。大林子，你啥时候来的呀？抬头看到小舅子肩膀上挑着的扁担，还有那2只满满的水桶，一下子尴尬了。来，大林子，我来，这活你哪干过呀？江林也没客气，挑水这活儿他已经有很多年没干过，实在是累得肩膀疼。姐夫，我记得咱村口有一个小卖铺，现在还开吗？开，这2年不是政策允许，村里的这个小卖铺生意还不错。你想买啥呀？张有才自然知道这个小舅子那可是老丈人家的宝贝。小舅子既然张了口，他这个当姐夫的自然不可能不满足小舅子的愿望。摸了摸自己兜里的8块钱，多亏今天结算了工钱。那姐夫给我带路，我正好去买点东西。同志，给我拿1包桃酥，再拿1个橘子罐头和苹果罐头。哎呦，有才啊！这是你家哪一个亲戚啊？出手这么大方。这是我小舅子。嘿呦，这就是你那个小舅子啊！我小舅子来看我媳妇，正好买点东西。大林子，还有啥你想要的？你尽管拿，姐夫掏钱。小舅子第一次上门，自然不能亏待他。但是这钱要是不给母亲拿回去，估计母亲会生气发火。婶子，我就是江秀丽的弟弟，这不是今天有时间过来看一下我姐，顺带找我姐夫帮忙。婶子，咱这里有新鲜的猪肉没有？我今天上门想着包顿饺子吃。10分钟之后，张有才不住地擦着自己额上的冷汗。小舅子被老丈人惯坏了，瞅这出来买东西一点都没有节制，又是买肉，又是买罐头和桃酥，还买了一双塑料凉鞋。算下来自己手头8块钱全都花光了，还倒欠了小卖铺2块。娘回去要是知道自己把所有的工钱都花完了，那还不得跟自己急。姐夫，我没带什么东西就来了，正好看见妞妞和我姐屋里啥都没有。你说也是，姐夫你一个手艺人，平常出去盖房子能挣不少工钱，咋对我姐和小外甥女儿这么不上心啊？你看我姐瘦的，风一吹都能倒，
我姐和她婆婆站在一起，简直像是你们家的长工。这要是让外人看到了，还以为是婆家人虐待我姐呢。还有妞妞，姐夫，你是不是平时都不关心自己闺女？妞妞那双布鞋都露大拇指了，孩子身上起的都是痱子，身上的那件衣服打满了补丁。咋了？你就妞妞一个闺女，还舍不得给妞妞买点衣服穿啊？张有才刚才心里还在提心吊胆，回去怎么对付老娘，可是这会儿听了这话，一下子正在当场，猛然想起来自己老娘那身板的确顶得上2个自己媳妇儿，还有女儿瘦骨嶙峋的何大哥和3弟家的孩子比起来又瘦又小，每一次老娘总说那孩子被自己媳妇儿惯坏了，挑食挑得很，可是现在想一想，他真记不得自己女儿身上穿的是什么。两人回到院子里，刚进门就听到自家老娘的骂声：“你个杀千刀的黑心娘们，你还敢藏着掖着？这腊肉是哪来的？还有这些东西是哪来的？”娘，我没藏着，这是我弟弟刚才带来的，我还没来得及给您拿过去。没来得及，我看你就是心里有小算盘。我告诉你，你嫁进了我们张家，那就是我们张家的人，啥东西都是我们张家的，什么东西你都应该给我拿出来。你要是敢背着我在那里藏死，老娘让你吃不了兜着走。只听到啪的一声，老太太狠狠地给了江秀丽一耳光。张母还想继续打江秀丽，结果没想到手被江林一下子攥住了，老太太疼得脸都扭曲了。你要干啥？江林狠狠地甩开了老太太的手腕子，直接给了老太太一耳光。他本来想要让姐夫凭自己的判断做出正确的选择，但是他绝不允许这个老太太敢明目张胆地欺负自己姐姐。婶子，这东西是我给我姐带来的，这可是新社会，不是旧社会。什么叫嫁进你们张家就是你们张家的人？我可没听说过这年头还有这么一说。婶子，你要是觉得我说的不对，那我去找咱村的村长还有村支书，咱们好好唠一唠。难道你们村的思想就是让全村的村民搞封建大家长那一套？江林把张母手里的网都抢了过去，抱着怀里那一堆东西直接进屋。我的老天爷，你们快来看一看啊！这亲家小舅子居然敢打我这个长辈，老江家瞧不起我们张家人，老大老三，你们都死了吗？你娘被人家打了，你们还不赶紧出来！粉丝总催更新，为了能快点回家剪辑视频，我最近就在瓜子二手车上买了台比亚迪汉，只花了9万多，现在新车掉价快，上瓜子买二手特划算，年底瓜子有100亿补贴活动，5万多就能买奔驰、宝马、比亚迪。瓜子每台车都经过官方专业检测，可以试开3天，要是有旧车还能放瓜子拍卖，买卖二手车上瓜子就对了，赶紧点开评论区看看吧。咱们老张家要被姓江的欺负死了，我这么大年纪了，被一个小辈一个耳光扇在脸上，还让不让我活了？就这一嗓子，立刻让在屋里装死人的几个男人跳了出来。江林看着刚才欺负自己姐姐的时候，没有一个人吭气，而这会儿全都蹦了出来，气势汹汹地冲到了江林面前。姓江的小子，你居然敢打我妈！我看你是想死！你们江家连个男人都没有，你就跟个木瓜一样，还敢跑到我们家来耍横！老子教你咋做人！揍死他！老江家连个男人都没有，就你还敢出来蹦跶？知不知道我们老张家几个男人？这会儿张有才急了，小舅子要被打，自己可怎么跟老丈人交代？事情发生的太快，他根本来不及反应，就已经到了这个地步。大哥、三弟，别闹了，有啥话好好说，别动手。江秀丽也吓坏了，急忙冲上去挡在了大摆子和小叔子面前。大哥老三，这事怪我，跟我弟弟没关系，他年轻气盛，他不懂事儿。江林一看到江秀丽冲上去，就意识到不好。张家的人也许对张有才会手下留情，可是对上自己二姐，对方绝对不会留情。还没等他冲上去，张家的老大狠狠的一巴掌扇在了二姐的脸上，一脚踹了过去。与此同时，张母从后面一把扯住了姐姐的头发。看到张家人毫不留情的动手，江林真的怒了，不顾一切的冲了上去。10分钟之后，张家院子里寂静无声。张家老大2条胳膊被卸了，张家老三脸已经肿成了猪头，连话都说不出来。一把菜刀明晃晃的架在张母的脖子。快过年了，开车回家有面子，别忘了上瓜子看看。大林子，你别乱来，你还年轻，你这一冲动，那可是要被关起来的。你儿子伤人的时候，你咋不说这话？江林也没有想到今天事情会发展到这一步，自己还是轻敌了。就在这时，张家村的村长、支书和村民们全都赶到了。同志，你千万别激动，咱们有啥事好好说，千万别冲动，不然真的没有回头路了。村长准备了一肚子的话，还没等全都说出来，没想到江林直接就放开了张母。村长同志，我没想伤他，我姐夫也不是我伤的，是张家老大想伤我，我姐夫替我挡了一下，我这最多叫做正当防卫。江林这话一出，村长眼神都变了。显然眼前这个小年轻读过书，这话说的有理有据，而且这话里还说明他们2家是亲戚的关系。这事儿说破大天，去人家小舅子也没错。村长，你可得给我做主啊！你看看我们老张家被姓江的欺负成啥样了，你看看他把我们家老大、老三打成啥样了，必须给他关起来，让他吃花生米。张母的眼神里充满了狠毒，自家人今天算是丢光了脸，被一个小舅子打上门了。要是不把江林关进去，他们一家子在村里以后还怎么活？娘，这事原本就怪不着大林子，村长你别听我娘的，这事跟大林子没关系，
是我娘先找事才引起来的。你到底是谁家的人？我们老张家怎么出了你这么一个胳膊肘往外拐的畜生？你看看你哥你弟弟被打成啥样了，你娘差一点没命，你现在居然护着那个小畜生，老娘造了什么孽才生出你这么个玩意儿？村长这事不能轻饶了这个姓姜的，你看看他把我们打成啥了，不把他关进去也得让他们赔钱，这事儿没完。村长必须把他关进去，不然我咽不下这口气。姐夫，你干嘛呢？怎么躲在这一个人吃好吃的？我娘怎么能那么说我呢？我不也是为了家庭和睦？姐夫，你这汉堡薯条吃的也太香了，晚上我也要好好出去吃一顿，反正也花不了多少钱，项目都用美团团购团。听说最近在搞活动，吃喝玩乐团购低至9块9，团咖啡奶茶汉堡薯条都低至9块9，在美团上搜特价团9.9，或点评论区链接就能团，吃喝玩乐就用美团团购，店好多省好多，你也快去瞅瞅。你们还没完，这是到底谁没完？我就问你，张家老大是不是你先动的手？村长，我当时就是上了头，我又没想真的伤他。你没想伤他，那你弟弟这伤是哪来的？村长只觉得张家一家子怎么这么没脑子？本来他们就是一家人，这事儿只要好好说，最多就算是亲戚之间的纠纷，现在闹成这样，还对人家不依不饶的。那不是他非要冲上来护着那个姓姜的，我又不是故意的。多亏你弟冲上来护着他，要是这一下挨在了他胳膊上，你呀就等着被关进去吧。村长他把我们打成这样就白打了，那你们还想咋？他小舅子虽然说这个事儿是他们的不对，可到底你姐姐还是他家儿媳妇，有啥事好好说，何必闹到这个份上？这事儿你们各退一步就算了。村长，你放心，我劝我弟这事儿我们不追究责任，我们就是家里自己人吵架动了手。村长看了一眼江秀丽，这个张家的儿媳妇儿真是有名的受气包，明知道这一大家子是啥样的人，被欺负成这样，压根儿就不知道反抗。他弟弟是在给他撑腰，结果他还护着老张家的人。行了行了，都散了，有啥可看的？谁家还没有个家长里短的？老大、老三给我进屋去！老娘多倒霉呀，摊上这么一个败家玩意儿，被人家欺负到头上拉屎。江秀丽带着你那个赔钱货，赶紧给我滚！我们老张家可供不起你这尊大福，再让你在我们家待下去，我们老张家人都得死绝。娘，都是我的错，您别生气了。我先带有才去卫生所看一看，回来要打要罚都由着你。孩子他爹这胳膊耽误不得，万一落下病哥就麻烦了。娘，你先给我拿2块钱吧，卫生所新来的卫生员人家可不赊账。你和老娘要钱？你干啥了？你今天回来还没给我交钱呢，居然敢问我要钱？你的钱呢？张有才垂下眼眸，没敢说钱被小舅子花了。娘，账没结回来，过2天再结。你先给我拿点钱。不就是流了点血，到灶上弄点灶灰，把那伤口糊一糊就好了。有啥可看的？去那卫生所不掏钱呀？一天天的败家玩意儿，老娘没钱。娘，您就给我们拿钱吧，老二伤得这么重。钱，老娘哪里来的钱？老二又没带钱回来，老娘从哪儿拿钱给你？你们先用你们自己手里的钱不就行了吗？娘，我每次出去干活挣的钱可都交给您了，您跟我说您帮我收着，以后有用的时候再拿出来，我可1分都没留。咱家这么多人，处处都是用钱的地方，哪还有钱啊？我跟你说，娘手里真没钱，你们自己想办法。张母有点心虚，儿子的钱的确全交到自己手里，可是这些年他都补贴了老大老三家，手头是真没多少钱。娘，您就给我拿点钱，等我结了账，这钱就能补上。这伤口这么深，肯定得缝针，那可不是随便就能养好的。不知道为什么，张有才突然觉得心里有点冷，自己娘为什么要这么对自己？他是家里干活最多、挣钱最多的人。娘说没有分家，让他把钱全上交帮他们保管，自己也老老实实的交上去，只想家里人日子能过得舒坦一点。可是娘曾经跟自己说的那些好听话，到了这一刻怎么突然就像是个笑话？老二，我跟你说了没钱，受点伤怕啥呀？谁不受伤啊？老二你得体谅娘，娘管着这一大家子也不容易，处处都是用钱的地方，咱该省就得省。娘，我这些年挣了那么多钱，加起来零零总总至少有3、4千块钱，我就问您拿2块钱看个胳膊，您都舍不得给我。娘，我是您儿子呢。如果是往日里，张有才绝对没有这个勇气跟他老娘说这话。大概是今天江林跟自己说了媳妇儿和闺女的时候，突然心里产生的怪异。老二，你这不是戳娘的心吗？你当然是娘亲生的，娘不是不给你钱，咱庄稼人哪有那么娇气的？行了，回去歇着吧，歇上2天，那伤口自然就长住了。大不了让你媳妇儿一会儿给你煮俩鸡蛋补一补。张母立刻转身就走，让他掏钱出来，那是绝不可能，他的钱都是留给他的几个大孙子。张家老大和老三急忙跟进屋里去。娘，你不能不管我们啊，我们可得去卫生所看一看。你看他老三被打成这样，我这俩胳膊总得装上啊。给，你们一个一个都是讨债鬼，我把钱都给你们，一家人喝西北风吧。张有才手里捏着那2块钱，眼神有点恍惚，而江林站在一旁冷眼看着这一幕，连他心里都有些狐疑。难不成自己这个二姐夫不是张家亲生？他忽然之间也觉得
张有才有点可怜。大林子，你帮帮姐，咱扶着你姐夫去卫生所。这时江林听到屋里妞妞传来滴滴的哭声，二话没说，直接回到屋里抱起了妞妞。小丫头吓得脸色惨白，刚才应该是看到了院子里的那一幕。妞妞，别怕，舅舅抱着你，咱们给你爹去看病。他还得给他姐夫下一剂猛药，不然的话，张有才好了伤疤忘了疼，迟早这件事会过去。他不能让这一件事轻易的接过去，他要让张家人一直作死。姐，你抱着妞妞在家里，我扶着我姐夫去卫生所。姐夫，我知道今天这事让我没沉住气，可是你扪心自问，今天这事我有错吗？我不是挑拨离间，或者是说你们张家人的不好，我就是想问一句，姐夫，你难道不是你娘亲生的？大林子，你今天打了我娘，我没有说过你一句，是因为我娘确实不占理。可是你这话啥意思啊？你到底想说啥？姐夫，你别生气啊，我就是觉得，如果你是个闺女，你娘重男轻女，这事儿也说得过去。可是你是这个家里的儿子，而且你是这个家里唯一的手艺人，能给家里挣钱。按理来说，这种有本事的顶梁柱都是家里偏心的对象，哪怕就不是最偏心的，起码也肯定会一碗水端平。可是为啥姐夫你连看个伤口要个钱，你娘都舍不得给？要不是今天你们张家的其他2个兄弟给我打伤要钱，恐怕姐夫你也拿不到这2块钱。我就是想不通。你别胡说，我娘不是那样的人，我娘一向是最偏心我的。张有才倔强地吐出这句话，可是连他自己都不确定，这话是骗谁呢？姐夫，你要这么说就没意思了。就是因为我姐嫁给了你，我才说这话，不然的话，你看我管不管这闲事儿？如果说你娘最心疼你，最偏心你，她能这么对待我姐和你闺女，我今天路上问你的话，你自己心里就没有感觉？我姐和孩子在家里过的啥日子？你的那大嫂和弟妹在家里过的是啥日子？哪怕你再不注意，难道没有差别吗？有好吃的，有好东西的时候，你娘最先惦记你吗？你现在是家里唯一能挣钱的人，你娘都这么对你，如果有一天你不能挣钱了呢？那你娘会怎么对你？不会的，你别瞎说，我娘不是那种心狠的人。江林看到姐夫低下了头，有透明的液体滴落在地上，只能用手拍了拍姐夫的肩膀。姐夫，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现在你能干活，我姐姐和妞妞在家里都过的是这样的日子。如果有一天万一你出了什么事儿，那我姐和妞妞会过上啥样的日子？我要是姐夫你啊，我就借着这一次机会好好的试试家里人，看看家里人到底是人是鬼。张有才听了这话，像是眼前被劈开了迷雾，他迫切的想要知道母亲和哥哥弟弟们到底会怎么对自己。你这是被砍了一刀吧？这伤口挺厉害的，多亏偏了3寸，不然砍到你的手筋上面，这条胳膊就废了。好端端的打啥架呀？这伤口起码得缝10来针，我这里可没有麻药。你看看在我这里缝，还是你去县里医院缝？缝吧，就在这里缝。张有才身上就2块钱，哪里敢去县里，连去县里的路费都不够。半个小时之后，张有才疼得差一点晕过去，浑身大汗淋漓。行了行了，已经缝完了，1个礼拜之后过来拆线。这几天天气热，你可得注意，你这伤口不能碰水，也不能干什么重活，不然伤口再裂了还得缝。要是晚上回去发烧，就吃2粒退烧药。大夫，我能跟你商量点事儿吗？小年轻听完张有才说的话，那脸上的表情简直像是被五雷轰顶。这哪行？这不是撒谎吗？我可是大夫，撒这种谎，那可是天打五雷轰的。这时江林却伏到了年轻医生的耳边说了一番话，果不其然，小年轻听了这话，脸上的表情变成了一份甜音。我明天就调走了，以后你们村卫生所的大夫也不是我，这事我不会对外说啥。这话是你自己说的，我可从来没有说过你这个伤到底是个咋回事。无论你咋说，也跟我这个大夫没啥关系。大夫，谢谢您，谢谢您。别谢我了，我可啥也没干。对了，结一下医药费吧，明天我就走了。我这里可不赊账，一共8块钱。张有才捏着兜里的2块钱的手硬是没伸出去。就在这时，江林从兜里掏出了8块钱递了过去。大夫，谢谢您给我姐夫看病。大林子，我想演一出戏，就麻烦你配合我一下。江林点点头，还算张有才不是无可救药，不然的话自己肯定会让二姐离婚。无论如何养活二姐和妞妞都不是啥难事。老二，你看看你那个样子，不就是受了点伤吗？还有咱屋里可容不得外人，我一看见外人我就心口疼得慌。你赶紧把人给我送走。张有才心里一慌，有些求助的看了一眼江林。他刚才虽然下定决心糊弄自己老娘，可是他确实不知道该怎么开口。姐夫，我送你去屋里，然后我就走了。张有才有点不明所以，小舅子为什么不让自己开口说话？可是他心里现在还不知道该怎么开口说这件事，只能顺着小舅子匆匆的走进了屋里。怎么样，伤口有啥大问题没有？大林子，你这是干啥？有啥见不得人的？姐，你小声点，这事儿不能让人知道。要是让你那个婆婆知道我姐夫这个手筋断了，这手残了，你们一家3口以后可没好日子过。你说啥？大林子，你是胡说吧？不就那么一刀吗？咋就这么严重了？你小声点，姐，我骗你干啥呀？那村里的大夫都说我姐夫这手筋断了，而且正好受伤的是右手，这事儿要是被你们家那个婆婆知道，你想一想，你们一家3口有好日子过吗？
对了，姐，人家大夫说让到县里去看一看，我琢磨着还是去一趟吧。你想办法问你婆婆要点钱，这去县里看病可不是几块钱能够的，起码要准备200-300块钱，而且听大夫说后续治疗也需要花不少钱，这筋断了是要做手术接上的，接上以后这手能不能用还不一定。要花这么多钱？就在这时，只听到窗外传来咣当一声，张母急赤白脸的冲了进来。老二，你的手咋了？你跟娘说清楚。张母上前用力地抓住了张有才，那手上的力气太大，张有才疼的脸色一下子就变了。可是他这一番表情在张母眼中却变成了正琢磨想什么瞎话骗自己。老二，你跟娘说你到底咋了？张有才哪说过瞎话，这话在嘴边滚了几下，他硬是没能说出来。婶子，你别着急，我姐夫这手术是小伤，啥事都没有。村里的大夫说了，让去县里看看，开点药，吃点药就能好，不是啥大事。江林急忙隔开了张母，一边朝着张有才眨着眼睛。张母就站在对面，看到江林那挤眉弄眼的模样，心一下子凉到了底。家里的顶梁柱就是老二，也只有老二有这手艺，才能挣来这个工钱。这份家业要不是自己逼着老二早早的跟着村里的木匠去做了学徒，也不可能有现在这状况。他一个寡妇怎么可能给3个儿子都盖了房娶了媳妇儿？娘，没啥大事儿，那大夫说了真没事儿。他终究是无法对着自己老娘说瞎话，真话就这样脱口而出。张母看着张有才这样子，脸一下子沉了下来。老二，我是你亲娘，有啥事儿你不跟亲娘说老实话？你现在都学会跟娘撒谎是不是？你这手到底咋回事？张有才见母亲不信，还以为母亲是担心自己的伤势，想到他刚才还和小舅子琢磨着骗自己亲娘，立刻又开始羞愧。娘，我没骗你，我这个伤口真没啥事。婶子，我姐夫是啥人你还不知道，他又不会说谎，真没啥事儿。人家大夫说了，就去县里开点药。您看，要不然你给我姐夫拿个200-300块钱，我带我姐夫去县里看看。放你娘的屁！既然手没事，干啥还要去县里看呀？而且还要200-300块钱，这200-300块钱的是小病吗？老二，你跟我说实话，你伤口到底咋样了？娘，我这伤真没事。那你这伤要养多久？婶子虽然说这伤没啥事儿，可是伤筋动骨都得100天，大夫说了，这伤得好好养一养，起码得养3个月。老二既然不是啥大伤，咱乡下人没有那么娇气，过2天你就赶紧去东张村给人家做木工活儿。东张村那边早就说好的，咱也收了人家定钱，那可不能耽误。张有才愣了一下，眼睛里闪着难以置信的神色，自己都受了这么重的伤，没想到自己老娘居然能说出让自己继续去干活的话来。娘，大夫让我好好养养，这3-2天可养不好。张有才，我是你亲娘，你在这里跟我玩什么心眼？就受了这么一点小伤，3-2天好不了，你还想养多久？真养3个月啊！我告诉你，咱家没有吃白饭的。婶子，我姐夫真的得去县里医院看一看。无论如何，我姐夫也是你亲儿子，到底你得把钱拿出来。滚！我自己亲儿子轮得着你来问我要钱？我告诉你，我们张家可没钱，要钱没有，要命一条。张母有点心慌，别说拿不出200-300块，就是能拿出来，也不能把这笔钱给了老二。万一老二那手真的治不好，这200-300搭进去，那岂不是亏大了？要钱没有，要命一条。老二也是你姐夫，你回家跟你爹商量商量，赶紧拿钱出来给你姐夫看病。我一个寡妇哪有那么多的钱？张母着急的回了房，咣当一声把门关上。娘，我真的要去县里看病，儿子求你了，看在我这么多年为家里付出的份上，咱家没分家，我挣的钱都交给了家里，难道我用200-300块钱看病都不行吗？张母仿佛不在屋里一样，张有才的心越来越凉，他忽然觉得自己就像是个笑话。娘，我要看病。张母咣当一声打开门，与此同时，隔壁屋子里的老大和老三也走了出来。老二，你这是干啥？你这不是逼咱老娘吗？那200-300又不是个小数字，咱家是啥情况？你又不是不知道，你那不就是个小伤吗？回去养一养，慢慢就好了。庄户人家谁没受过个伤啊？娘，我要300块钱去看病，您给不给？你要去看病，那你给我交代一个准话，你这胳膊到底是咋样？能不能看好？张有才忽然之间眼神里带了几分决绝。如果是刚才他还不忍心骗母亲，那么这一刻他突然意识到，也许小舅子一开始说的都是对的。娘，这手被砍断了筋，所以得去做手术，具体能好到啥程度，得到市里看看大夫再说。有可能这个手以后就废了，当然也有可能能治好。这话一出，院子里鸦雀无声，老大和老三一下子愣在当场，两人迅速的在脑海里权衡利弊。老二的手废了，意味着家里只会花一分少一分而没有挣钱的人了。两人根本没有关心过张有才的手到底要怎么治。老二，你先别急，你让娘想一想。想什么？我的手要废了，要紧的是赶紧治。这些年我给家里当牛做马的挣钱，难不成我花个200-300块钱还多吗？我只是要给我自己治手，如果以后手废了，我怎么养家糊口？大哥，到了这个时候，你徐人说让娘再想一想，有什么可想的？你们来告诉我要想什么？二哥，我们又没招惹你，要不是你自己非要往上冲，能有这事儿？这还不是你自找的？再说什么叫你给家里挣的钱，
咱家没分家，所有的钱都是家里的，我们也没有少给家里挣钱。那地里的活我们没干吗？老二，我知道你受伤了，脾气不好，可是你也不能把家里所有的功劳都揽到你一个人身上。再说老三说的也对，如果不是你自己硬要挡在那里，本来就没有这事儿。老二，你大哥和老三说的没错，家里还没分家，这钱是大家的，不能为了你一个人，咱们日子不过了。娘，您这话是什么意思？是不给我治了吗？张有才眼眶一下子就红了，这会儿才发现，除了自己拿钱回来的时候，老娘会开心以外，平日里对待自己和大哥和三弟差得太远。老二，你这手既然没有治好的希望，就算是治好了，肯定要落下残疾，咱何必白花冤枉钱？家里日子不好过，你自己又没有一个儿子，这以后要是残废了，那还不得让你大哥和三弟家的侄子帮衬一下？咱以后用钱的地方多着呢，挣钱多不容易啊，这钱就别乱花了，你就在家里好好养一养。娘，大夫说我的手如果到市里面去治，说不准有治好的希望。娘，我求求你了，我还年轻，我如果残废了，以后怎么养活老婆孩子？张有才这回是真的带着哭腔哀求自己的亲娘，他不希望在小舅子面前自己败得一败涂地，他希望自己老娘不要这么狠心。老二，家里真拿不出这么多钱。张母狠了狠心，和老大老三比起来，老二这里是最可以牺牲的，谁让老二没有儿子，他得为自己的孙子考虑。娘，您就真的这么狠心吗？就要眼睁睁的看着我成为残废，你也不管吗？什么叫我狠心？咱村里谁家得了病，那不都是随便拿点药在家里扛一扛，怎么到了你这里就变成了我狠心？娘，如果我一定要治呢，我哪怕是问亲戚朋友，问全村乡亲们借了钱，也一定要看我这个手。老二，你这是要干啥？你自己日子不好过，难不成还要把全家人拖下水？刚才江林也说了，你这个病看起来至少800到1000块钱，这么多的钱，你想让咱家拉多少饥荒？我跟你说，你要是敢借钱，你就别怪我心寒，咱们就分家。老二，你就听娘的，你那手已经废了，再治也不过就是比现在强一点儿，还不如干脆就别治了。你拉下一屁股饥荒，到时候谁还呀？二哥，你又没个儿子，将来养家糊口都做不到，还不是得靠我们？你要是借一屁股饥荒，全家人都得让你拖累了。二哥，你要是敢去借钱，那咱就分家，我不能被你拖下水，我还有2个儿子要养呢。老二，你就听老三的吧，你要是真去借钱，那你就别怪我们全家心狠，只能和你分家。这么精彩的剧情当然要有女朋友一起看，想谈恋爱的兄弟，是不是身边总遇不到满足你要求还对你心动的女生？去牵手啊，不怕提要求，要求越多帮你找的越准，找对象就用牵手，快去试试吧。以后你走你的阳关道，我们走我们的独木桥。婶子、大哥、三弟，你看这是闹的，我姐夫之手人家说了，如果好好治，说不定还能治好，又不是完全没希望，万一能治好，那我姐夫以后还能做瓦工挣钱，这不是还是一家人吗？何必闹成这样？二哥，你就别骗我们了，你小舅子当然向着你，他这是生怕他姐姐以后没有着落，跟着你一个残废吃亏。江林，你也不用在这里装工作呀，刚才你横得很，为啥现在低声下气的？还不就是心里有亏欠，知道我割了手不行了，将来的指望我们兄弟帮衬。我跟你说，江林，你今天怎么打我的，这就是你的报应，活该。张老三，你要是嘴巴再贱，你信不信我再揍你？江林，你要是再敢动手，你别怪我不客气。娘，你别被他们骗了，你看看江林这样子，他像是好好说话的人吗？这是8成就是我猜的那样。娘，我也觉得老三猜的是对的。张母心里那一点狐疑彻底消散。对啊，这个江林第一次上门就敢在他家大打出手，那是个吃亏的主吗？居然对着自己低声下气，这为啥？不就是证明自家老二的手肯定是不行了？但凡是能行，这个江林还不得趾高气扬。老二，我不管你说啥，你的手能好还是不能好，这事都跟娘没关系。今天咱们就分家，娘不能眼睁睁的看着你一个人拖累了一家人。老大去把村长还有村里的干部都请来，咱们分家。到了这个时候，张母只想着尽快把老二这个废物分出去，省得拖累老大和老三家。娘，您真的要做这么绝吗？老二，现在还说这些有啥用？把你分出去也是为了你好。就你们一家3口，哪怕是胳膊废了，地里的活稍微弄一下也能吃饱肚子。反正你也就一个闺女，将来找个好人家把她嫁出去也不费啥钱。娘，那您别后悔，如果我以后手治好了，那可还是能干把工活的。很快村里的几位长辈还有村里的干部都来了。这是咋了？怎么好端端的要分家呀？村长，你看树大分支，儿大分家，他们都成家这么多年，孩子们都不小了，总不能一直跟我一个老太太一块过日子。我也琢磨着一家子老是在一块，总会闹出一些矛盾，所以觉得还是给他们分家，各过各的日子，我也乐得清闲。行吧，那你们既然决定要分家，我们就算是做个见证，你们这家准备咋分？他们兄弟3个都分出去单股，按照村里的规矩，我这个老太太自然是跟着老大股。显然张母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总不能单把老二分出去，那样的话就让村里人看了笑话，也知道自己有啥毛烦。地就不用说了，是咱村里的地，各家各户都是包产到户。老二两口子名下也就是1亩2分地，他们自己的地自己管。村口那块儿地正好1亩2分，就归老二两口子。家里的房子一共就这6间，我住的正房还我自己住，剩下这几间，2间分给老大，2间分给老三。张有才抬起头望着母亲，感觉自己仿佛从来不认识母亲。当初盖房的时候，母亲说自己出力最多，当然以后这房子有一半是自己的，结果最后这盖好的砖瓦房居然都没有自己一间。娘，那你让我们一家3口住到哪里？村长也觉得这事儿办得有点不地道，谁不知道张老二为了这几间房子费了多大劲？他婶子，这房子不分给老二2间，是不是不合适啊？哎呀，我也是为老二考虑，老二有那砖瓦匠的手艺，再盖房子不是啥难事儿，就把我们当初那老宅分给老二。那老宅的地基要是盖起房子来，可是能盖5大间正房。老二，我可没亏待你，娘这是向着你的。这些年你为家里出了多少力，娘自然知道，所以才给你一个人一块地基。那老宅的房子都已经倒了，光剩下残垣断壁，那咋住人啊？村长，老二会瓦工，迟早能自己盖房，可是他哥和他弟不行。这样吧，老二以后就不用给我养老，我这养老的活啊就让老大和老三承担。这样你说是不是我向着我家老二？张母厚颜无耻的话让村长都没办法接，把一个根本不能住人的破宅基地给了人家，就好像是老二占了天大便宜似的。对呀，老二，娘这可是向着你。咱村里给老人养老，起码1年得给100斤粮食，给5块钱。你看咱娘对你多好。二哥，娘的好意你可得领，以后就由我和大哥受累给咱娘养老。张有才看着自己母亲和大哥三弟那无耻的嘴脸气乐了，原来这就是家人的真面目。好，村长，我娘既然这么说了，我就听我娘的。以后这老宅子我自己想办法盖房子。那家里的钱和粮食马上就要秋收了，家里已经没有多少粮，也就不用分。他们出去单过，我就先给他们分上20斤粮食。钱的话，这些年家里处处都是用钱的地方，总共下来家里现在只有120块钱。我也不偏不倚，按4份分，我占1份，剩下他们兄弟3个1家1份。村长被这话惊得差一点没跳起来。张家老二在外面能干瓦工，1个月至少挣个30-40块钱，再加上家里种地的收入，1年存个300-500也是没问题的，怎么可能只有120块钱？张母这吃相也太难看了。娘，我每年给家里至少能挣700-800块钱，咱家的日子也没过得比别人家强，到最后居然只剩下120块钱。娘，您说这话您自己信吗？老二你不当家，不知柴米油盐贵。这家里人口多，孩子多，处处都是用钱的地方，你看见挣得多，可是花的也多呀。娘一个寡妇又没啥来钱的路子，也不会勤俭持家，最后就剩这么多。你要怪就怪您吧。行，娘，以后您千万别后悔。村长就按我娘说的分，咱们列分家文书，从此以后我们一家3口单独立户。村长叹了口气，家家有本难念的经，遇到张家老太这种亲娘还真没办法。这年头一个孝字大过天。姐夫，按理来说你们家分家轮不着我这个外星人在这里插嘴，可是有些话还是不吐不快。婶子，我就想问一句，既然分家了，那我姐的嫁妆总要还回来吧？我姐当初嫁过来，我家可是给陪嫁了1台缝纫机。这年头1台缝纫机那可是100大几，凭啥要便宜了张家人？这是老二媳妇孝敬我的。我才不信你说的，我这就打电话问问我二姐。我就在屋里，你打的什么电话？大林子，你换新手机了？这手机挺贵的吧？不贵，这是我在爱回收上买的2手苹果15，比新机便宜了2000多，还挺划算的。靠谱吗？靠谱。爱回收是专业手机回收的上市公司，他们家卖的2手手机都是自己回收的自营精选好货，专业质检，1年质保。买卖2手手机认准上市公司爱回收。姐，你也真是的，孝敬啥也不能孝敬这个呀，你这不是让全村人戳你老婆婆的脊梁骨吗？哪有把自己陪嫁孝敬给自己婆婆的？知道的说你这个儿媳妇孝顺，不知道的还以为你婆婆贪图你这个儿媳妇的嫁妆。以后谁家人敢嫁到张家来？是啊，老二媳妇儿，你这孝敬我可不敢要，拿走拿走，免得被外人说我是贪图儿媳妇儿的嫁妆，我可不落这个名声。不过老宅那里还没收拾好，缝纫机先放在我这里，等你们收拾好了搬家的时候再拿。张母眼珠子一转，这东西放在自己这里再拿的时候可就不容易。婶子，那老宅我姐夫一时半会儿可真没办法盖房子，他这胳膊还受伤着呢，要到县里面去看病，这看病的钱还没有。既然这样，那就把那个缝纫机卖了，也能换点钱给我姐夫看病。嫁妆是小，可是总不能眼看着我姐夫受伤不管。咋了？有才这胳膊这是咋了？没啥没啥，有才胳膊受伤了，人家卫生员说让他去县里看看。张母不想让外人知道这一次分家是因为老二的胳膊废了。咋没啥呀？婶子，我姐夫这胳膊人家卫生人都说了，不好到市里面去看，以后那是要截肢的。您既然拿不出钱来治，哪怕我们家砸锅卖铁也得给我姐夫治。村长听了这话一下子明白了，
他婶子，说句不该说的话，你这分家分的不公啊！这些年老二给家里挣了多少钱，我们大家伙可都看在眼里。到了这会儿，他要看病还要这么分家，你这做的可不厚道呀！这事情要说出去，你觉得以后谁还敢跟你们家来往？村长，这事儿是我这个当娘的决定的，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总不能把一大家子的人都拖累进去。这个问人我来当。是啊，这是我同意的，我能不同意吗？我倒是想让家里倾家荡产的给我看病，可是我的兄弟舍不得呀。这话让张家老大和老三变了脸，他们没想到张有才居然能说出这话。老二，你咋这么说呀？我们也不是不给你看病，可是这一大家子人总不能真的把房子地都卖了，以后住哪儿吃啥喝啥呀？老二，你别怨你哥和你弟弟，这事儿你要怨就怨我，我是当娘的，总不能为了你一个人把所有人都拖累。行了行了，都别说了，就算是有才同意，我这个当村长的也看不下去。有才病得这么厉害，还不知道以后是啥情况，这样分家别的事情我就不说了，分家的这个钱全给老二去看病，就算弥补了这些年他为家里的付出，你们有啥意见？有了村长拍板决定，老大和老二虽然满心不情愿，可是也只能答应。分家文书一式3份，各家都签了字，这回算是正式分家。老二，既然钱你都全拿走了，那你们一家3口就赶紧搬到老宅去吧，咱都分家了，你就别在这里磨磨蹭蹭。娘，老宅那里根本不能住人，您就连1天都等不了吗？老二不是娘心狠，你把钱全拿走了，你让这个家怎么过日子？你要想住在这里也行，那就掏租金。你们住的那间房1个月掏5块钱，你先交1年的。张母琢磨着总得把那钱要回来，反正张有才没地方住，吃亏上当也得把钱老老实实给自己掏出来。娘，您这是要逼死我们一家人呐？什么叫我逼你吗？难道不是你们逼我吗？要么给房租，要么你们赶紧搬出去。好，娘，我搬。不大一会儿功夫，屋子里的东西就收拾好了。看着屋子里可怜的这4个包袱，两人全部的家当加在一起，居然只有4个包袱。张有才这才知道，这些年自己就像是脑子里进了水，挣了那么多钱，最后他和媳妇儿居然只有这么点东西，除了他们被褥和衣服以外什么都没有。难怪小舅子会说自己眼瞎。姐，你扶着我姐夫，我抱着妞妞，咱走。那房子根本就不能住，老宅连房顶都已经塌了，难不成让我们一家3口露宿街头？你姐夫伤成这样，还要养养身体，那里根本不能住人。走走走，赶紧走，这可不是我撵你，走了到时候别再求上门来，让你们一家3口搬回来。我告诉你，当他坏我可不答应。张母一点都不担心儿子能去哪儿，那老宅的屋子肯定不能住人，就是拿准了这一点，才敢如此要挟自己的儿子。等到他们来到老宅，张有才彻底死心。老宅的这房子屋顶全都塌了，4面墙有3面都已经倒了，房子里长的野草已经快赶上1人高。要不然咱们先回我娘家住2天。不行，哪有回你娘家的道理？那怎么办？这地方又不能住人。走吧，去山上吧，山上那几口废窑洞还能住人，咱们先凑合一段日子。一家4口来到了山脚下的那几口窑洞这里，以前是下乡知青在这里住。姐，我去村里借把斧子上山去砍柴。姐夫，你想办法弄一口缸来，不管是买还是借，你们总要用水吧？行，我这就去。大林子，今天多亏有你，要不是你的话，我……行啊，姐夫，你不恨我，我已经是感激万分。咱哥干个的，我先上山砍柴。等到他从山上砍了一大捆的柴火背下来，就看到村里的壮小伙扛了一口缸抬进了屋里。有才，你有啥困难你就下山去找我们，真没想到你娘这么狠心。这些年你是怎么为家里付出的，全村人都看在眼里，谁知道你娘到了这会儿居然……看到张有才脸色不好，几个人急忙岔开了话题。你这里啥也没有，我看见那土灶坏着呢，我们下去找点东西上来，先给你把灶修一下，起码让你们能吃上口热乎饭，日子还要过呢。有才，你想开一点。大柱、虎子，我真的谢谢你们。就在这时，江林走了进来。哥几个，你们帮我姐夫就是帮了我，我在这里诚心诚意谢谢你们。来来来，一人抽一颗，一会儿帮忙把这灶修一修，这灶我还真不会弄。妞妞显然这会儿活泼了很多，小丫头摸了摸肚皮，肚子饿得咕噜叫，但是却不肯开口跟自己母亲说饿。这孩子懂事乖巧的让人心疼。姐夫，你的胳膊伤口还没好呢，大夫也说了，伤筋动骨得好好养养，你可别使大力气，姐别忙了。天色不早，咱先吃点东西。大林子，这灶不能用，咱们今天晚上要不然将就将就，实在不行你骑自行车回咱家吧。二姐，你说的这是啥话呀？天都已经快黑了，我骑4-5个小时回咱家去，你也不怕路上我遇上狼啊？这么精彩的剧情当然要有女朋友一起看。想谈恋爱的兄弟，是不是身边总遇不到满足你要求还对你心动的女生？去牵手啊，不怕提要求，要求越多帮你找的越准，找对象就用牵手，快去试试吧。你胡说八道啥呀？这是啥年月，哪有那么多狼啊？要不秀丽，你去村儿里想想法子，跟大柱他媳妇先借点馒头、窝头啥的，咱凑合一顿。不用去了，我这里有吃的。姐夫，你忘了我这里买的那些东西还在呢，咱就凑合吃一口，有桃酥，还有罐头。大林子，这咋行呢？
这是给咱爹娘带回去的。姐夫，这东西我本来就是买给妞妞和我姐的。可别，这么好的东西，还是给咱爹咱娘带回去。姐夫，都到这个时候了，你还在这里跟我客气啥？咱们一家子忙了一天，你还受着伤，你看妞妞那么小，饿成啥样了？我姐也累了一天，不吃饱明天咋饿？这东西我买的，我来做主，吃就吃了，这有啥呀？妞妞，来，到舅舅这里来拿桃酥。娘，别看你娘，这是舅舅买的，舅舅做主。来，你到这里来，咱们今天晚上吃桃酥还吃罐头？你看这个是橘子味的罐头，特别好吃，想不想吃啊？小丫头在那里挣扎，看到父母并没有说话，并不敢真的朝江林爬过去。江林看到姐姐那挣扎的表情，不由得叹口气，也不知道姐姐到底在婆家过的是啥日子，直接过去一把就把妞妞抱到自己怀里。吃，别看你娘，你俩不吃妞妞哪敢吃啊？行了，这会儿别在那里搞客气一套，咱都是一家人，就算爹娘知道你们把这吃了，又能咋？总不能大晚上的一家子饿肚子。吃吧，孩子他娘都是我让你和孩子受委屈。日子过到这个份儿上，连他自己都觉得可笑。平日里自己挣那么多钱，都没想着让妻子女儿吃点好东西，结果没成想被扫地出门，反而能吃上好东西了。